新生物入侵，人类被屠杀灭族，地球资源枯尽，末世之下，残存的人类只能吃树皮为生，而我却开着一间物资丰富的小超市，就连我的狗都能天天吃上牛排。只因我觉醒无敌超市系统，只要在这小超市的食品里范围内，我就是神，就是无敌的存在。该死的，你们情报部门都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只有1名临近瞎戮者吗？为什么现在是2名？如烟，我们也是刚刚得知，瞎戮者在情报部门安插了内鬼，这次的情报就是他透露出去的，你一定要坚持住。我已经安排了莫云前去接应你，半个小时他就能赶到你坐标显示的位置。半个小时你们就等着给我收尸吧。挂断了设备，如烟竟看到了一家超市。这末世怎么还会有超市？不管了，去看看。洛东，你的厨艺真是一言难尽，太难吃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有口吃的就不错了。你那份牛排如果放在外面，都够买我命了。再说了，凭什么你的吃喝拉撒都要算在我头上？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个系统化身而已，你总不能让一只狗出去挣钱吧？你挣不了钱，少吃点总行吧？我能吃能拉啊！特么的，你就不能吃点便宜点的东西，比如泡面、辣条什么的？啊，我是肉食动物，这些东西不利于我的生长发育，而且狗不能吃太咸。而且你个屁，你就是来坑我的，还什么系统化身，就是想把我吃破产。哎，这狗系统就是来坑我的，既然现在不能节流，那只能想办法开源了。狗系统，给我查下余额。您当前的余额为负4384元，警告！警告！负债超过5000，超市将面临倒闭的风险，一旦倒闭，宿主将会被抹瞎，请宿主尽快搞钱。为什么负债你心里没点 ABCD 数吗？要不是你这狗系统化身这么能吃，我能倒闭吗？洛东噼里啪啦地问候了系统的180代，却没等来系统的回应，无奈只能退回现实。如烟进门后看见这一排排的货品和食物，不由得震惊。难道100年前的末世没有降临？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境而已？虽然疑惑，但也很快回过神来，指向一碗方便面。老板，这个泡面加火腿多少钱？70块。如烟毫不犹豫，从身上掏出钱币给洛东。不一会，一碗香气扑鼻的泡面已经端在了如烟面前，如烟马上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是我这20年来吃的最美味的食物了，谢谢你了，老板。不过老板，我能问问你这些食物都是从哪里得到的吗？不好意思，无可奉告。如烟哑然，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接。不过想来也是，末世之下谁会将自己的生存手段告诉他人？来小卖铺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闭吸弹效果也只有5分钟，时间一到，瞎戮者就会顺着气息追踪到此，再不走就会连累店主了。老板，我先走了，你这里面随便一种食物放在外面，都会引起一场疯狂的杀戮，你要小心点。如烟说完向点头示意，随后推门而出，消失在了夜色当中。狗子，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错了。哪里错了？我们没有抓准客户群体。这个世界哪些人最有钱？当然是那群觉醒者。错，普通人在这种末世之下活下去都已经成了一种失望。但是那些觉醒者不同，他们击杀敌人可是有赏金的，尤其是那些高级别的觉醒者，身上一定积累了不少钱。不光是这些食物，只要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变成钱。我说根本没必要这么麻烦，来一个抢一个，反正在这10平米的范围内，就算是神也得给我跪下叫爸爸。生意人自然要有长久之道，你抢几次下来，都把人吓跑了，谁还敢来？嘿嘿，除非别人来抢我们。刚才那个瞎法者怎么就没动心呢？要是他出手抢夺，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他扒光了。你在想什么？瞎法者一般都是守护这个世界的觉醒者，很少做这些苟且之事。只不过追他的那2个瞎戮者可就不一定了。在这个末世，觉醒者有2个阵营，一种是瞎法者，另一种是瞎戮者。瞎戮者为贪婪而杀戮，瞎法者为守护而战，一字之差，云壤之别。从女子进门，洛东就已经洞悉了女子的一切信息。就像狗爷所说，只要在这个10平米的范围内，他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敌存在。不一会，2名身披黑色铠甲的人走了进来。欢迎光临。小子，有没有见过一个身穿风衣的女人？见过呀。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她吃了一碗泡面以后就走了。那泡面多少钱一碗？50，加长的话70。那你给我们每人来1碗。好的，不过要先付钱。我俩今天没有带钱，明日亲自给你送来。不好意思，小本生意，概不赊账。你他妈真以为老子在跟你商量吗？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5分钟的时间，将这些东西全部给老子打包封好。太好了，你们是来抢劫的吗？哈哈，你们是来抢劫的吗？你跟他废什么话？老子今天不但要抢货，还要杀人，还有这条傻狗，看着不太聪明，也能宰个几斤肉。想抢我的东西，真是厕所里点灯找屎。你是觉醒者？感到不对劲，2名铠甲青年同时后撤，想要离开这间小卖铺，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一股威压突然间降临在了这间屋子里面。哼，说谁是傻狗呢？还想要吃老子啊呸！狗爷发财了，一共收获1430块。我就说吧，挣钱哪有抢钱快？不过这2个瞎戮者为啥这么有钱？刚才那个瞎法者身上可是连100块钱都凑不齐。当末日来临，考验的首先的就是人性，善者会为守护而战，恶者只会更抢夺烧杀。没想到你还挺有正义感。正义个屁！我吓他们是想抢我的东西，主要他们还垂涎你身上的这几斤狗肉。当狗的能忍，我当主人的能忍吗？你说能不能忍？你说不能，以后都听你的。如烟俯视着脚下的这座城市，曾经的高楼灯影，可直到未知生物的降临，都变成了一片片的废墟。如烟，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一点小伤。那2个瞎戮者呢？我也奇怪，为什么他们没追来？按道理他们早就发现了我的位置了，难道
不好，他们可能追踪到店主那了。莫云刚想开口，但是却突然发现了楚然身上散发出的精神力，惊讶道：“如烟，你的状态怎么这么好？不是被2名民警追杀吗？”如烟马上把刚才遇到的情况如实的跟他说了下，意识到不对，两人迅速的朝着小卖部疾驰而去。欢迎再次光临，老板，你没事？看来小妞还挺有良心。呵呵，我能有什么事？刚才有没有2个身穿铠甲的人进来？是有2个不长眼的家伙。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吗？那2个狗家伙的吃饭不给钱，还想把我的傻狗宰了当火锅，吃霸王餐就算了，还想要宰我这条傻狗，我忍不了。然后呢？然后就被我赶出去了。当然，我这是小本买卖，自然也不可能让他们吃了霸王餐。最后，我让他们给我押了2件东西。这可是销路者的信息啊！如今出现在他手上，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被眼前人畜无害的店主下了。难道店主也是觉醒者？可身上却没有任何的精神力波动啊！试探一下他。好，看在你们能够再次返回小卖铺的份上，这一次饶你们一命。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割了你3条腿。老板，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试探而已。你饿不饿？一份鲜嫩多汁的牛排端到了莫云眼前，这是给我的。当然。反复确定了一下对方并没有开玩笑，莫云伸手接过盘子，随即便狼吞虎咽了起来，心中对于洛东的形象瞬间达到了数个层次。自己冒犯在先，人家却不计前嫌，还给我吃好吃的，看到没？这就是强者的格局。好吃吗？好吃，谢谢老板。客气啥啊，都是熟人，谢谢200块。什么200块？当然是牛排啊！怎么，你想吃霸王餐？狗爷，关门放狗！有人要吃霸王餐。别，老板，我给。莫云随即把身上仅有的200都给了洛东，立马拉着如烟跑。洛东，你是真的狗呀，我服了。队长，老板是什么境界的觉醒者？是战境吗？绝对不止战境，战境的我遇到过，但是没有人能够像小老板给我这么大的压力。难道是极境？不会吧，这个废弃的都市怎么会存在极境的强者？我们先将今天发生的一切汇报给庇护所，让教官决定，派1名战境或者是极境的瞎法者来，如果能招揽进阵营最好，如果不能就只能……我家的狗天天都要吃上99块牛排，而我每天却只能吃1碗泡面。只因我意外觉醒超市经营系统，而我家的狗子是系统化身所变，每天都有牛排供应，而我却因为经营不善，在这末世之下无人光顾，导致负债累累，即将破产。现如今自己还欠系统2684块，小卖铺现存的货物价值是3100块，只要将小卖铺内的东西全部收完，债务就还清了。可问题怎么卖出去？你可以出去外面叫卖啊！我操！你是想叫我去送死吗？在这个小卖铺，我虽然是无敌的存在，可一旦离开这10平米的小卖部，最低级的觉醒者都能把我嘎了。就在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欢迎光临，觉醒者，小商贩一个。商人可没有能力在2个下路者手中活下来。开店嘛，总要有点保命的手段，不然都来我这吃霸王餐，难道我去喝西北风？有没有兴趣加入瞎法者阵营？不好意思啊，不想。只要你愿意加入瞎法者阵营，我保证你这辈子衣食无忧和安全。说的我现在是吃不上饭啊，还是没地方睡了？不加入你们瞎法者，我照样吃香的喝辣的。你确定吗？我再考虑下。我就是个商人，谁有钱我就跟谁做生意。守护世界的任务还是交给你们吧。有钱就跟谁做生意，意思就是这些食物可以卖给他们，同样也可以卖给瞎路者了。既然如此，那我只能得罪了。呵呵，你是想杀我还是想将我绑回去？哎，你知不知道，1块面包就可以让1名灵境觉醒者的状态提升到巅峰？如果食物让瞎路者得到，那会是一场灾难。我不杀你，但请老板去一趟庇护所。哎，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只有2个选择，一是我在你们的庇护所当中，2是你消失在这个世界。黄忠实教官，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和身份，我还知道你们情报失误，最近正在为一只未知发愁。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黄忠实表情近乎疯狂，因为这些事情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跟第2个人讲过。你是瞎路者？你怎么不说我是不是未知呢？没脑子的老家伙！我要是瞎路者，你2个手下就走不出这个小超市，就连你也将会变成了一具尸体。你觉得极境很牛逼吗？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找到这只未知？你有办法能找到未知？当然有。什么办法？狗系统查询，找出未知的办法。找出临近未知500块，击杀临近未知2000块，找出战境未知1500块，击杀战境未知8000块，3000块，我就告诉你。看着对方不相信的样子，洛东无奈地向系统借了狗带，负债也从-2684变成了-4184。这是冥魂烛，只要未知出现在你10米范围内，就会让它现出原形，但是你得保证测试的人都是巅峰状态，否则冥魂烛的测试将会偏差。但是我怎么保证庇护的人都是巅峰状态？他们食物都有限，根本就不可能。老黄同志，我知道你们瞎法者辛苦，也知道你们的资源紧缺，但是未知可是大患啊！一日不除，你能睡得安心吗？不能。作为人类的守护者，他们应该战死沙场，而不是莫名的死在庇护所内。作为领导，你不应该体恤一下他们吗？老板，那我该怎么做？哎，罢了，我还有一些泡面，我按9折的价钱卖给你，就为地球的守护者尽微薄贡献吧。谢谢老板。不用谢，100桶泡面4500块。老板，是不是有点贵了？老黄同志，这100桶泡面不但能揪出那只可恶的未知，更救了无数瞎法者的命啊！难道他们的命连区100桶泡面都不如吗？如果是这样，那你走吧，就当我瞎了眼看错了你这个人。老板，你别说了，在我眼里，他们的命胜过一切。区100桶泡面又算得了什么？再来100根肠！黄忠实爽快地付了9300块，拿起东西准备要走时，老黄，等等。
这2袋小面包是我私人送你的，我就当做了个赔本买卖，谁让我看你顺眼呢？老板，你真是好人呐，世间还是有真情在啊。咦，你这只宠物好像在笑啊。你看错了，它是哮喘，老毛病了，等下就把它宰了烫火锅。那我先走了，老板保重。狗子，我们发财了。洛东，你认真忽悠的表情可真贱啊！这怎么能叫忽悠呢？这叫销售技巧。话说，你那2滴眼泪是怎么下来的？太逼真了，我真服了。我就是想了想你每天的伙食费，眼泪自然就下来了。滚球！很快，庇护所的每人都领了泡面和火腿，但冥魂烛燃烧了快一半了，还没有反应。东西都快发完了，这个冥魂烛还没有反应，难道小卖部的老板是个骗子？小黄啊，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李伯，你来庇护所30年了吧？这么多年辛苦了，这点食物您拿回去吃吧。谢谢你了，小黄。李博正准备向前走去拿食物，桌上的蜡烛猛然开始剧烈的燃烧。哼，终于找到你了，我今天就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哼，终于找到你了，我今天就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没想到你竟然能发现我，你没想到的多了。减23升，不堪一击。教官，你是怎么发现这只未知的？是小卖部的老板教我的，不然我也找不出这只未知。看来他比我们想象的要神秘很多呀。此时小卖部里，洛东终于还清了自己之前所有的债务，心情极度舒畅。狗系统，给我查余额。您的当前余额为1616元，恭喜还清所有债务，请尽快提升超市等级。狗子，超市等级是什么东西？提升超市等级可以扩大无敌领域范围，无敌领域还可以扩大？当然能，你以为本系统的能力只在这10平米的范围内？那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我以为没几天你就会破产了嘛。我操！系统，给我升级。升级失败，您的余额不足5000元。我要贷款。正在升级，您当前的余额为负3384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5万元。超市等级升级后，洛东的无敌领域也由10平米扩大到50平米范围，一直延伸到对面的街头才停了下来。走，狗子，我带你出去溜溜。老板，能不能暂时收留这个姑娘？洛东望着眼前的少女，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浑身微微颤抖，目光空洞。不能，我这个地方只做生意，不能成为你们的避风港。老板，我知道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但是这个小姑娘身份很特殊，绝对不能让她落入到杀戮者手中。麻烦我不怕，但是不能坏了规矩。老板，这些是我这几天获得的赏金，就当是她的伙食费。在这些钱用完之前，她不会少一根汗毛。得到洛东答复后，如烟道了一声邂逅，身影飞快地消失在了原地。洛东看着小女孩，目光呆滞无动于衷，随即目光微闪，少女内心当中的恐怖场景一幕幕浮现在她眼前。小小，你快跑，快跑啊！爷爷，你们不要吓我爷爷！爷爷！愤怒之下，少女绝学指了不顾后腿，瞬间将杀戮者轰成了一堆残渣。那一幕正巧被赶来的墨云如烟看到了。看来杀戮者要开始接管这个城市了，所以开始了无差别的灭杀行动。洛东随即拿了一碗泡面放在少女面前，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别的。听到熟悉的声音，少女空洞的目光中有了一丝情感。大哥哥，我爷爷死了，是为了让我逃跑，他很爱我，他每天只吃半根能量棒，剩下的都给我攒着。可我现在没有爷爷了。你现在还活着，就是他最大的心愿。爷爷说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你送他的半碗泡面，只不过他只吃了1口，剩下的都留给我了。他还说，如今的世道，谁愿意给你1口吃的，他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你爷爷说的没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小小，我爷爷起的。此时，3名身上带着浓重血腥的杀戮者走了进来。大哥，有好多食物。3人看到货架上的食物，眼中蕴含着贪婪之色，只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从进门开始，少女浑身就开始颤抖，眼睛刹那间变成了冰火2色，强大的气息突然爆爆。双属性觉醒者，这可是同阶无敌的存在，只要将少女的行踪报告给杀戮者总部，我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大哥哥，我是不是给你带来危险了？我既然敢答应别人将你留下，自然不怕惹祸上身。不多时，5名战境杀戮者出现在小卖部门口，目光同时落在少女身上。跟我走，组织会培养你成为强大的杀戮者的。少女身上再次爆发冰火之力气，只不过这次却被这名战境杀戮者轻易的抵挡下来。杀了他，把物资带回去。一名杀戮者脸上露出一丝嗜血兆，手中短笔化作一道残影飞向了洛东。他不能跟你走，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客人，只要他不想走，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带他离开。别杀我，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那你就去死吧。不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是赵天武，是他让我们来的。前辈，求你饶我一命。你想活吗？想，只要前辈愿意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行。那你回去告诉赵天武，就说是我杀了你们杀戮者的成员，让他来替你们报仇。
杀戮者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随后想到了什么，连忙开口：前辈放心，我保证不会将你的消息透露出去，我发誓。按我的意思去做，否则你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滚！前辈，我现在就去找赵天武。等等，你弄脏了我的地盘就想一走了之吗？老板，我赔钱。杀戮者将所有的钱都留下后，身形如同闪电一般逃了出去。洛东也收获了13384块钱。这个大哥哥好厉害呀！如果我能像他一样厉害，是不是就可以为爷爷报仇了？大哥哥，我想跟在你身边。跟着我干啥？我想变得跟你一样强。那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王中士，别费劲了，同样都是极境，只要有我在，你是走不了的。没想到堂堂银氏第一教官赵天武也成为了未知的一条狗，那又怎么样？最起码我不用再担心有一天会饿死街头。这家伙这缠着自己不与我死战，就是为了给杀戮者争取时间。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未知的肃清计划可能已经成功了。叫做碰到神秘强者，战境小队除我之外，全军覆没。坐标我已经发给你了。王中士，你玩阴的？这座城市竟然还有一名极境！说完，赵天武急速向着坐标的地方赶去，留下黄忠实一眼错愕。难道总部派人过来了？不对呀，就算是总部派人来，最快也要2天时间。难道是小卖部的老板？赵天武很快的赶到了小卖部里，正疑惑的看着洛东等人。欢迎光临，是你杀了他们？他们一来就喊着打打杀杀的，我这人胆小，为了我自身的安全，我只好先把他们杀了。按理说，我这属于正当防卫，你是来给他们报仇的吗？赵天武明白能将整支战境小队都灭杀在这，实力定然强悍无比，纠缠下去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只要将这名双属性觉醒者带回去，4名战境杀戮者的死微不足道。只要你把这个少女交出来，他们的死我可以既往不咎。那可真是太好了，赶紧带他走吧，这小家伙能吃得很，早晚我得让他吃破产。这么简单让我带走他？难道他不知道个少女是双属性觉醒者？赵天武眼神微动，正准备走上前去想带走小女孩。不过他在我这里洗衣做饭，累了还能给我揉肩捶背，倒是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你能留下一点钱的话，嘿嘿。原来是个奸商，不过对于一个双属性觉醒者而言，金钱又算得了什么？你尽管开口，你就随便给个100万吧，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怎么样？你在耍我是不是？不是让我开口的吗？你要是不满意，可以还价呀。我如果1分钱都不想花你。赵天武冷哼一声，大道的力量开始在他身上凝聚。哈，想起之前出手的那几个人，现在都已经死了。洛东眼中一闪，一股强悍无数倍的浩瀚气息骤然间爆发，在这股如同天威的霸道力量下，赵天武一瞬间就被压在了地上，无法动弹丝毫。他是超凡境，这不是超凡境该有的力量。他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死就在我的一念之间。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赵天武明白对方想杀他，不费吹灰之力，能留他到现在，一定是有目的。看来这人倒是有点脑子，不像那些只知道磕头求饶的蠢货一样。洛东随即将威压解除，一份契约出现在他手上，缓缓地飘向了赵天武。用你的精神力签下这份契约，永远臣服于我，我就可以饶你一命。赵天武看着眼前的契约，一张超市劳动合同，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不平等条约。随后无奈地按洛东的要求，在契约上面签下了他的名字。很好，从今以后你就是小卖铺的第一位员工了，任凭老板吩咐。我知道你心里很不愿意，但是你跟我了以后，对你来说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小的不敢。只要你能获得足够多的贡献，别说一个小小的寂静，就算是圣境，我也可以让你轻松打倒。老板的实力强的这么离谱，他该不会真的是个圣境强者吧？老板，我觉得小卖部是不是有点脏了？我来打扫一下。赵天武从角落里找到打扫的工具，身影飞快地穿梭在小卖部内，利索地忙碌了起来。而此时黄忠实也追了过来。赵天武，我跟你拼了！黄忠实瞬息而至，手中的刀就要顺势劈下，但是突然间，一股强大的威压出现在小卖部内，瞬间把黄忠实手中的刀震碎。这把刀是瞎法者阵营用特制的材料制作而成的禁器，就算是超凡境的强者，也不能在其身上留下一点印记。老板到底是什么境界？老黄同志，虽然我们认识，但是小卖部内禁止动手。老板，他是杀戮者。他以前是，但是现在他只是我的一名员工。老板，杀戮者生性残暴，你留着他日后必是隐患。他说你是隐患。赵天武对老板绝无二心，否则让我精神泯灭，肉身崩溃而亡。你看，他都发毒誓了。黄忠实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赵天武他动不了了。想到战死的那些队员，他的心里一阵悲痛。老黄，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真正害死这些普通人和你手下的，并不是杀戮者，不是他们还有谁？那个时候觉醒者同属一个阵营，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分崩离析？因为他们狗改不了吃屎。呵呵，觉醒者阵营会产生裂变，是因为食物已经供不起如此巨大的内耗，人们都在饥饿当中苦苦挣扎。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和食物，自然会迫不得已加入未知的行列。今天就算把他杀了，明天还会有王天武、李天武，那我就将他们都杀了。恭喜你，未知也是这么想的。未知的目的就是要以最低的战损将人类抹除在这个世界。他们以食物为诱饵，将那些饥饿当中的人招揽至他们麾下，就是让你们自相残杀。从末世降临以来，你们杀了多少下路者，又折损了多少下法者？但未知呢？你们又消灭了几只？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自己人打自己人罢了。黄忠实心里莫名的升起一丝寒意，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
但就算如此，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阻止，先不说为之强悍莫测的实力，他们身上强大的隐匿能力，就让我们无从下手。哼，你找不到他们，并不代表我找不到他们。各位队友同胞们，今天要去灭杀那可恶的未知异兽，我不能保证你们能安全回来，你们怕吗？不怕。为何不怕？为了我们的祖国，不怕就是不怕。好，大家都是华家的好男儿，全体都有，跟我走，出发。教官，是这里吗？如果信息无误，就是这里啦。黄忠实目光一闪，澎湃的力量爆发而出，对着一棵大树冲击而去。怎么可能？你们怎么会发现我的位置？布阵，不要放走他。歼23山。战死在天的英灵，我们终于为你们报仇了，你们安息吧。在小老板的帮助下，觉醒者终于有了第一次的反击，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希望。此时总部派来机动战队队长白浩，黄忠实呢？马上叫他来见我。黄教官几天前去了总部。我听说你们发现了一名双属性觉醒者，将他带过来吧。白队长，这名双属性觉醒者现在不在庇护所内。这么重要的人物，竟然将他留在庇护所外面，如果被杀戮者找到，将来多一个圣境的强敌，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能，他答应过我，在我没去之前，他会保护这名少女。好一个狂妄的人，他以为他是谁？双属性觉醒者的价值足以让杀戮者出动超凡境，甚至是圣境的强者前来。你觉得别人有实力保护他的安全吗？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虽然爱钱，但是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全部都可以兑现。那我就亲自去看看，你说的那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此时白浩走进小卖部，看着超市等人懒散的样子，脸上马上升起一丝不快。叶小小，你一个双属性觉醒者，职责是加入杀伐者，而不是在这里混吃等死。你谁呀？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轮得着你来管我吗？小小年纪，脾气还不小，等你到了杀伐者阵营，会明白你该干什么，把他带走。几名战境队员点点头，正准备向着叶小小走去，可却动不了分毫。是你这是什么意思？进门就要抢我妹妹，是谁给你的胆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在我的地盘没人可以威胁我。如果你觉得圣境能救你的命，你大可一试。老板，手下留情！这小子涉事还未深，冲撞了老板，还请老板念在他是初犯的情况下，饶他一命。哈哈，如果你们杀伐者都是这种鼻孔朝天的蠢货，守护人类的大旗扛在你们肩上，是不是有点可笑？该死的白浩，你嘚瑟个屁呀！极境很牛逼吗？有个超凡境的三叔很了不起，在老板面前，你三叔但凡能蹦出个屁，老子都算他是英雄好汉。老板消气，年轻人心浮气躁，没有经历过挫折，我带他向老板赔个不是。说完，黄忠实深深的鞠了一个躬。洛东表情一缓，老黄说的话他还是爱听的，心念一动，随后白浩从空中掉了下来。你敢杀我？没等白浩说完，黄忠实直接巴掌呼了过去，脸上浮现出了一个鲜红的手印。闭上你的破嘴！哈哈哈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来吧，今天就是死我也要保护老板。很好，既然你决定与他同流合污，那我就以叛军之罪连你一起杀了。禁忌炎龙破空。黄忠实，你特么敢打我！我告诉我叔叔，一定要他杀了你。我是在救你，如果你不想死，最好闭嘴。多谢老板手下留情，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的教育他。等等，我只是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并没有说他可以离开这里，你就随便赔个10万块钱吧，你说呢，小小？大哥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让我以后怎么办啊？我不想离开你呀。这俩货该不会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吧？老板说的是，不如这样，我向总部去申请一下赔偿，当是给令妹的精神损失费，你看如何？好，那你快去快回。小小，我觉得你留在老板身边更合适。谢谢姐姐。老板，你真帅。说完，二人就转身消失在夜色中。他刚才是不是在调戏我？涨价必须涨价，下次他再来买东西必须要涨价20%。这个钢铁直男真畜生啊！洛东看着地上那傻了眼的白浩，挥了挥手丢进了空间。全员集合，现在是时候让你俩见一见你们的二当家了。狗子，给展示下。小子，你这几天貌似很想吃狗肉啊！你睡觉说梦话，好像要宰了我烫火锅。老板，他说话了，这就是你们的二当家，狗子爷。狗爷，我就是一时心有杂念，你是老板身边的鹅。怎么办？怎么说？说是老板身边的狗，还是老板的兄弟？好拿，左右都是死，粉丝们支招吧。终于来熟人了，
随后心念无度把白浩从空间放了出来。此时两道身影出现在了洛东的超市内。老板，这位是杀伐者阵营的教习白红鱼，白浩3叔超凡境。白红鱼先是看了站在地上一脸惧色的白浩，随即才将目光落在洛东的身上。阁下真是好手段啊！自保而已。这么做就不怕得罪整个杀伐者阵营，但是很可惜，你选错了路，不该自负到认为杀伐者会向你低头。看来你今天不是来赎人的。人我当然要带走，但是钱我不但不会给你，而你也要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说罢，一杆红色的长枪出现，血色的火焰如同游龙一般缠绕在枪身上。白教习，万万不可呀！黄教官，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杀伐者职责是为了守护人类的火种，对人类不利的我们都应该铲除。他敢收留杀戮者，说明与我们不是一条心。为了不让他日后受到杀戮者的蛊惑而临阵倒戈，我们要做的不是妥协，而是击杀。可老板从来都没有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肃清计划也是老板出手，我们才能坚守下来，而且还提供了未知的信息。就凭这一点，他绝对不可能加入杀戮者的。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故意设套，然后将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传递给你，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杀伐者的信任？不然他怎么能清楚地知道未知的藏匿地点？但是我们不能仅凭猜测就轻易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和那些杀戮者又有什么区别？你在教训我？你百般阻拦，难不成你也被杀戮者蛊惑了不成？闻言，黄忠实内心无比挣扎，最终下定了决心。如果你非杀他不可，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老板虽然爱财，可却没有做过一件伤害杀伐者的事，甚至帮助我守城成功，还有提供信息帮助击杀2名未知。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我黄忠实是绝对做不出。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流肝胆两昆仑。来吧，今天就是死我也要保护老板。很好，既然你决定与他同流合污，那我就以叛军之罪连你一起杀了。禁忌炎龙破空。不可能，你一个极境怎么能挡下我超凡境的攻击？那可是超凡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呀，而且还动用了禁忌，就算10个我绑在一起，也绝对是一枪毙命的结果呀！怎么挡住了？难道是小老板？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在我的小卖铺动手，更何况是你这只异类。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堂堂杀伐者24教习，你竟然敢说我是异类？你并非是怕我加入杀戮者而对我动手，相反，逼我加入杀戮者才是你此行的目的，我说的对吗？一派胡言，逼你加入杀戮者对我和杀伐者阵营有什么好处？哈哈，对杀伐者阵营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对你好处可就大了。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凭我能找到你们的藏身地点，就这一个理由就足以让你冒险来杀我。如果把我杀了，一了百了；如果没有老黄，肯定也活不了。到时将他的死推在我身上，到时我就会被杀伐者阵营通缉追杀，走投无路之下，只有加入杀戮者唯一一条活路。我分析的对吗？令人作呕的怪物先生。老板，你是说他是未知？呵呵，老黄，你不是有冥魂烛吗？试一下便知。黄忠实，难道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吗？黄忠实内心挣扎，最终还相信了小老板，点燃了手上的冥魂烛，瞬息火焰包围了白红鱼。很好，没想到连超凡境都无法在你面前对情了，那就更不能让你活着了。虽然你们长得难看了一点，但不得不说智商还是在线的，难怪能在短时间内占领人类90%的领地。但是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超凡境？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超凡境？根据我们的情报，你这年纪能迈过超凡境步入圣境行列的，仅只有3人，而其中根本没有你。老黄同志，你们杀伐者有个脚猫啊！这么重要的信息不能被这些怪物知道。未知的隐匿能力太变态了，他们每吞噬掉一个人的时候，就能获取对方的记忆，根本防不胜防。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人类与未知100多年的对抗中，才会处于绝对的劣势。老黄，一个超凡境的未知能获得多少赏金？起码20万。老黄同志，看在你刚才拼死护我的份上，我送你一颗超凡境未知的头颅。你当我是软柿子？说完就发出一道突然的耳机，直奔洛东而去。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嘿嘿，不跟你玩了，去死吧！黄忠实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杀超凡境的未知跟杀鸡一样，特么的，他到底是什么境界的怪物？老黄同志，拿去领赏吧。老板，未知是你杀的，我这么做有点不太合适，不如这样，空军只对老板无用，我老黄就厚着脸皮收下了。至于赏金，全部都归老板所有，如何？好，钱我收下，这几个未知的藏身地点就当做赠礼，免费送给你。老板，你真好，谢谢老板了。那这白浩，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今天就饶了他。黄哥，老板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老板的实力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你记住一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与老板交恶，明白吗？我记住了，黄哥。那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我和老板兄弟相称，不然一个能随便灭杀超凡境的强者，是谁的面子都会给的吗？黄哥，我决定了，我要长期留在蓝氏与你并肩作战。此时，洛东看着从未知身上获得钱卡，里面足足有17万，加上掉6的握把长枪，收获满满。狗系统，给我升级。升级成功，领域扩大1000米，奖励无敌时刻1小时，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30万元。
提升这么多，看来无敌领域越到后期提升效果越大。还有这个无敌卡，不就是说在这1小时之内，就算是脱离了无敌领域的范围，也不用惧怕任何人了。哈哈哈！此时庇护所大门前正站着几十名杀伐者成员，满脸凝重。黄哥，你怎么知道肃清计划是在今天？杀戮者既然能在我们中间安插奸细，我们也同样可以在他们之中安排眼线。根据可靠线报，今晚10点就是肃清行动的开始。黄教官，知道对方的战力吗？能够获得肃清计划的时间已经极为不易，至于对方会出动多少人马，暂时无法探星。黄忠实的话让众人心中一沉，这种敌人在暗他们在明的处境，让他们都笼罩了一层无形的压力。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压力，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身后有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希望。无论今天的战斗有多艰难，我们都势必要站在他们面前。在鲜血没有流干之前，我黄忠实要是后退一步，你们就用手中的刀将我的头颅斩下，悬在空中腐烂身躯，因为他不配落在这片神州大地之上。黄忠实声音如钟，仿佛一记重锤落在了所有人的心，包括白浩在内的所有杀伐者队员，眼中蕴含着10兄6，身上的气息也开始节节攀升。别的。僧，你以为将他们的士气提升到巅峰，就能挡得住我们杀戮者的大军？你的烟嚼完了吗？如果木有，我可以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废话少说，你的赏金本少爷要定。说完，身形闪动，疾驰而去。黄忠实对此没有丝毫的犹豫，杀戮者分血，其余杀戮者疯狂地向着大头涌去，杀伐者队员拼死，但是他们每个人基本都是一敌2，短短片刻已经都在伤。再这么下去，很快杀戮者就被收进庇护所内，到时普通人就会遭到无情屠戮。白浩，帮我拖住这5分钟，交足。能不能将你们斩杀我不知道，但是拖住你们1分钟，对本少爷来说毫无压力。黄忠实身形快速脱离了战场，向着大楼前杀戮者奔去。那些临近时战境的杀戮者在黄忠实手上打仗的资格没有，片刻已经有7、8名杀戮者死在了他的手中。黄教官，你没事吧？我没。突然，黄忠实感受到杀意，本能的迅速避开要害，但还是被划出一个深可见骨的腹部伤。你干什么？黄教官，你没事吧？我没。突然，黄忠实感受到杀意，本能的迅速避开要害，但还是被划出一个深可见骨的腹部伤。你干什么？姐，未知，还是一名极尽未知。姐，过了今晚，这座城市将完全被黑暗笼罩，放弃吧。如果你愿意为王座效力，我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一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想让我给你们卖命？想进入大楼，先过老子这一关！教官，你怎么样？这次的肃清计划我们守不住了，最后一步要由你来完成了。说完，黄忠实从怀中拿出一瓶药水给了如烟后，不要命的冲进了战场中。如烟很明白这药水代表了什么，只要将药水洒进大楼，所有人都会快速死去，这是普通人最好的归宿。一旦被未知侵入，将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因为未知不会吞噬死物。不，一定还有办法的，一定，他们不该死，我要救他们，我一定能救他们。小卖铺，如烟浑身是血的出现了在了洛东面前。老板，求求你救救那些普通人吧。洛东看着如烟狼狈的样子，目光一凝，随后在他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了然于心。时间紧迫，请老板你出手相助。外界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参与。老板，可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的了。末世之下，每时每刻都会有人死去。我不是救世主，无法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力挽狂澜于危难之中。但我是个生意人，只不过救他们所需的报酬，你现在付不起，所以我帮不了你。如烟面带绝望之色，如果洛东都不愿意出手，恐怕这一次真的危在旦夕了。想到这里，心里没有来的涌现出一丝愤怒。这个呆子都什么时候了，还钱的，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臭男人！洛东听到如烟的心思后，一阵无语。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十指不沾阳春水，不知柴米油盐贵。没钱我怎么给你们找未知？没钱你们连泡面都吃不上，没钱我会被狗系统抹杀的。老板，我虽然没钱，但是那些杀戮者身上肯定不少。如果你愿意出手相助，那些杀戮者身上的钱全归你，甚至连赏金都可以给你，如何？那行成交。你答应了？当然，我说了，我是个生意人，这世界一切事物在我眼里都有价值，只要你能付出足够的报酬，我可以实现你的一切愿望。你不是说你不会参与外界的事吗？嘿嘿，我不参与，并不代表别人也不能参与。赵天武，小小，老板，哥，给你们一个任务，铲除所有杀戮者以及未知，抢夺他们身，收集他们身上的金钱，就连一个钢蹦子都不能落下。听明白了吗？明白，我们现在就去。等等，狗系统查询提升到战境的办法。临时提升到战境期8000块，永久提升至战境期8万块。把小小永久提升到战境。小小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一下子就从临境期进阶成一名战境期的强者，而且还是同阶无敌的双属性觉醒。你突破了1个月不到，直接从灵境突破到战境，就算是双属性觉醒者也不可能这么变态的。是老板，一定是老板。赵天武眼神火热的看着洛东，在他眼里，洛东已经是无所不能的存在了。狗系统查询突破到超凡境的方法。
临时提升到超凡境15万，永久提升至超凡境150万。算了，买不起。查询击杀极境的方法。击杀极境的方法共有32842种，分别是：停，要最便宜的。劲气清魂剑刃可储存3道剑气，超凡境之下一击必杀，每道剑气15000块。好，就它了，剑气加满。这柄剑我留下了3道剑气，只要对方的境界没有达到超凡境，挥手可灭。你们第一次代表我的身份外出，千万不能掉了我的招牌。正所谓穷家富路，我可以天天吃泡面，但是招牌必须要立起来。杀几个小极境都费劲巴拉的，以后谁还敢找我做大买卖？要不是系统限制，不能主动参与外界的一切事情，除非对方先动手。可这种机会毕竟还是太少了。很快，赵天武和小小跟着如烟一同离开了小卖部。黄哥，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怎么办？黄忠实似乎没有听见白浩的呼喊，眼睛里已经血红一片，意识也出现了模糊。姐，精神力枯竭了吧？我说过了，今晚这座城市必将永远笼罩在黑暗之下，谁来也救不了你了。你好，我尊贵无上，未知大人。是你是杀戮者的教宗赵天武，正是属下。你竟然敢背叛王座？背叛？如果真要说背叛，也是我背叛了杀伐者。至于你们，畜生而已。而这柄剑专杀畜生。提示，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服务员绩效挣1分，老板挣800元。赵天武咧嘴一笑，随后将目光放在了与白浩交战的2名杀戮者身上。赵天武，你竟然敢对未知大人动手，你是活腻歪了不成？呵呵，不仅是他，就连你们也不能活着离开。就凭你，即便我2人有伤在身，但如果我们想走，你觉得你能留得下我们吗？回去之后，我一定会禀报未知大人，你就等着迎接未知大军的追杀吧。回不去了，白浩，你先休息去吧，他们让我来解决。对战2名极境已经让白浩精疲力尽，点了点头，快速闪到一旁。他身上的这柄剑有点古怪，我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不要跟他硬拼，只要拖住他片刻，大楼一定会被攻破，肃清计划照样可以完成。一旦清除掉那些普通人，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了。给我冲进大楼，速战速决！听到命令，大楼前面的杀戮者如同风颤一般，疯狂地对着大楼发起了最后的冲击，最终终于突破了最后的防线，成功来到了大楼门前。不可能，怎么还会有1名双属性觉醒者隐藏在此处？这可是同阶无敌的存在，有这名少女在，除非再来个极境杀戮者，不然再来100个战境都会是一样的下场。快走！呵呵，你们是走不掉的。提示，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服务员绩效挣2分，老板挣1600元。随着最后2名极境杀戮者身，肃清计划再一次宣告失败。教官，你没事吧？你可千万别死啊！丫头，你可别摇了行吗？你再摇下去，我可真就活不成了。赵天武，无论如何，这次还是要谢谢你了。不用谢我来此是为了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你要谢就去谢老板吧。现在任务完成，我该回去复命了。赵天武和小小没有继续逗留，转身向着小卖铺的方向走去。哥，我们回来了。老板，这是从极境杀戮者身上得到的，有20多万。哥，还有我呢。说完，就从空间当中将获得的钱都取了出来。洛东一挥手，地上的所有的钱悉数飞到他空间中，查看之下一阵激动。这2人出去一趟就给我带回来40万的收入，原本还指望老黄的位置领赏，现在不用等了。狗系统升级领域，升级成功，领域范围提升至30公里，奖励无敌时刻3小时，您当前的余额为151534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200万元，请尽快搞钱。知道了。退出系统后，洛东神识疯狂地向着四周蔓延，方圆30公里内，一草一木都在他的一念之间。呀，在这儿啊！老黄同志伤得不轻啊！这不是如烟那丫头片子吗？这么晚不睡觉，晃悠啥呢？非礼勿视，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偷看别人洗澡这件事，我是干不出来的。洛东随即把神识退出，就看见狗子2眼正放着光。你干啥啊？你看啥呢？我看看风景，不行吗？风景咋样？好看不？风景很长，也很白。我的意思是夜色很长，风景很美。你信不？你说呢？洛东心念一动，直接掐断了狗爷与庇护所的联系。可惜了，差一点就看到了。几天后，黄忠实和白浩走了进来。哟，老黄同志升了呀！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老板。任命书今天一大早已经传了过来，托老板的福，荣升教习。只不过那只极尽未知的赏金还没有批下来，所以还得老板多等几天。没事，不着急。老板，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知不知道其他未知的藏身地点？当然有，不过你好像没钱了。黄忠实尴尬地笑了笑，随后他的目光看向了旁边的白浩。黄哥，我的钱也不多了。别废话，给我！钱重要还是未知重要？
白浩极不情愿地掏出了自己的钱卡，一脸心疼地放在黄忠实手上。你这叫钱不多了，15万在你眼里不是钱吗？我是想着攒够30万，然后向总部购买1粒神力胶囊。神力胶囊那玩意儿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神力胶囊那是什么鬼东西？老板，神力胶囊是由人类顶尖的强者凝练的一种宝物，有几率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不过这些都是财阀的玩物。我听说王家的公子哥依靠神力胶囊的从灵境提升到了超凡境，花了5000多万。特么的，5000多万！我用系统培养一名超凡境的觉醒者，顶多200万不到，这可是一条商机啊！既然几率这么低又贵，为什么还要去尝试呢？回老板话，觉醒者想要突破者有2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依靠神力胶囊，第二种就是在战斗中提升境界，只不过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能达到的高度也不同。我虽然被称为天才，但是比前10的战队差得太多了，所以才想着用神力胶囊碰碰运气。嘿嘿，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什么办法？我就是第3种办法。主人失败了，又失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第2次计划失败了。是的。你知道这么多年来肃清计划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失败过吗？不知。因为肃清计划开始之前会有详细的情报出现在杀戮者总部的办公桌上，记录着杀伐者守城名单的人数和境界，所以每次才能百战百胜。如今计划连续2次都以失败告终，看来这座城市出现了变数。佛子令，我们去逛逛。如烟姐，你是不是喜欢我哥？胡说，谁喜欢他了呀？谁会喜欢一个天天就知道钱的？你看，你脸都红了，还说不喜欢。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老板。我只不过是欣赏他的实力而已。对，就是欣赏。姐姐，你欣赏他也不用天天换衣服，这些天你都换了88套衣服了吧？停，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怎么这么八卦？看我不将你的屁股打烂了！二人嬉笑打闹间，街道上缓缓走来2道人影。如烟停下嬉闹的脚步，警惕地看着出现的2人。你们是谁？2位不用紧张，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路过此地有些饿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你们是饿了吗？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满足你们的心愿，只不过你们有钱吗？有一点。那就好，那家伙只认钱，跟我走吧。老板，我给你带回来2个客人，我是不是很厉害？从进门开始，洛东的眼神一直注视着2人。呵呵，你确实真的很厉害。姑奶奶，你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您就是老板？当然，如假包换的。老板，你这店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美食，竟然还有牛排？呵呵，只要你有钱，你可以吃到任何你想吃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来1盘饺子，要猪肉大葱馅的，再给我来1瓶烈酒。可以15000块。青年没有犹豫，直接就把钱卡给了洛东，随后就坐在桌子前。不一会，1盘饺子和酒就端在了青年面前。真香！太久了，久到我都已经忘记了这种味道。老板能陪我喝一杯吗？可以，不过酒钱要算你的。哈哈哈哈，无妨，那是当然。随后，洛东坐到青年对面。老板这2次的守城与你应该脱不了关系吧？这种小事不应该是你关心的吧？你知道我是谁？以你的身份，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如果被杀伐者知道，恐怕他们就算是倾巢而出，也要势必将你留下。洛东话音刚落，青年身后的那名女子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意。子林，别动气，老板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500万，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哈哈，算了。在我眼里，我的身份还不如这盘饺子珍贵。不过这段时间未知的藏匿地点被人频频发现，想必也是阁下的手段。我只是一个商人，既然有人出钱，我岂有不赚的道理？那如果有人要买我命，阁下会不会卖呢？当然，凭你的身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哼，既然如此，我就先杀了你。再想前一步，你必死无疑。如果是我呢？你也是一样的下场。对方明明知道我的身份，依旧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这说明这个小卖铺的老板要么是个傻子，要么就是根本不屌我。子林退下。他既然知道你的身份，以后必是隐患。你这一步踏出，可能连我都救不了你。再一个，神境巅峰强者面前展露杀机，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老板是我唐突了，对不起，在下李冠奇。洛东。正在这时，黄忠实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老板赏金到了。哟，老板有客人啊！2位看着不像是蓝氏中人啊。我俩只是路过此地，实在是太饿了，幸亏遇到了老板。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遇到老板也真是走运，他人很好的。随后拿出一张钱卡，递到洛东面前。老板，这是那只超凡境未知的赏金，20万分文不少。老黄同志，看来这一次你收获颇丰啊。这得多谢老板之前提供未知的信息，不然这些东西还真不好找。老板能不能再提供一些未知的信息？32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未知的分巢的情报。32万，老板不会连我最近杀了多少位置，得到多少赏金都知道吧？也太巧了吧，好成交。随即，洛东就把情报给了黄忠实。老黄同志，想不想一夜暴富？想。我有杀戮者手作的所有信息，只要你能向总部申请1个亿，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现在的位置机不可失，考虑考虑。你个老六，就这么当着我的面把我卖了，你个不要脸的货！老板说笑了，先不说我没有1个亿，就算是和总部申请也绝对批不下来。杀戮者手作那可是人类巅峰战力，老板这个买卖我做不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李冠奇就在旁边，可以直接省下系统查询的费用。老板这次的信息有点难度，我需要找几个帮手，先告辞了。哈哈，小兄弟，后会有期呀。会的。
随着黄忠实离开，小卖铺再次陷入了短暂的沉寂。老板还真是说到做到啊！可惜了，你这块蛋糕太大了，沙发者现在还吃不下。那是不是说明我的身份在你这儿暂时还是安全的？商人自然是以利益为主，没钱赚的事情我自然懒得去做。老板手段通天，这世界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唾手可得，为什么偏偏执迷于钱呢？小梨子，这你就不懂了吧？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如果没有了追求，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就连那些怪物都在努力向着2级文明进化，更何况我们这些刚刚踏入1级文明的人类呢？你说是不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我无所不知。我无所不知。既然老板知道了2级文明的事，那可知未知降临的原因？狗系统查询未知降临的原因。简略信息100万，详细信息5000万。300万，我告诉你未知的来历。李冠奇二话不说，300万直接给了洛东。看着突然出现的巨款，洛东感动到落泪。这才是大手笔啊！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取代了黄忠实的位置，成为我心中的榜一大哥。洛东回过神，向系统换取信息后，继续说道：未知原本是另一个星球的2级文明生物，但是在100多年前，他们的领地遭受到了另一种2级文明生物的侵入，在经过漫长的战争以后，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进行集体迁移到地球。只不过他们元气大伤，文明的等级也倒退成了1.5级。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得以苟延残喘的存活下来。从洛东的口中得知这些信息，李冠奇感觉到震撼无比。原来是物种入侵，但是一定要清除掉所有人类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我们自己的古话，但是对未知而言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这次出行能够遇见老板，也算是不虚此行了。饺子也吃了，酒也喝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改日再来拜访。说完，迅速消失在了小卖部。狗子，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什么事？我想说的是，如果无敌领域对上真正的2级文明生物，还能不能做到无敌？就这破事，什么是无敌领域？一切的规则、本源、力量形态都逃脱不了系统空间的制裁。一个破2级文明，就算现在有个10级文明站在你面前，你想将它搓圆就搓圆，想捏扁就捏扁，开玩笑，跟我这闹呢？特么的，有这样牛逼吗？这不就是修仙小说中描述的天道吗？天道那是什么垃圾？等你以后将无敌领域升级到一定等级，你就会知道，小小天道，区区芥草。哈哈哈，无敌吗？那就一直无敌下去吧。司令，你干什么？找那黄忠实。不只是无罪，而且那人和老板的关系看着不错，万一你要是杀了他，得罪了那位老板，可就得不偿失了。你在怕小卖部的老板吗？他的实力绝对在我之上。可就算他是神境，但是仅凭他一个人，也绝对不可能与杀伐者抗衡。我在乎的不是他的实力，而是他可以探知未知的能力。难道你想借他之手？一旦未知的肃清计划成功，将杀伐者以及那些普通人清除干净，接下来肯定会对杀戮者动手，与虎谋皮，终将造成虎口。既然如此，未知为什么会培养我们？凭借他们的力量，足以将人类彻底灭杀在星河当中。人类有无数种方法能够灭杀这些低等级的生物，但最后还是选择养了猫，因为他们怕脏、嫌恶心，不愿意亲自动手。在未知面前，人类就是渺小而又讨厌的老鼠，我们就是那只猫。一旦老鼠被清除干净，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也是我为什么从不参与杀戮者计划的原因。那为什么不阻止杀戮者的计划？猫存在的价值就是抓老鼠，一旦失去了这种能力，未知必然会亲自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人类能坚持多长时间？1个月还是1年？所以这是你的缓兵之计。但是很可惜，100多年过去了，人类还是没有丝毫的胜算。可是你做的一切都不会有人知道，也一定会被上千国骂名的。就算被上骂名又怎样？如果真的能够换来一片蓝天，这个锅我李冠奇背了又如何？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以前没有办法，现在吗？不一定了。什么办法？难道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不知道，但就凭他能够找到未知，这种能力绝对是未知所有计划里面最大的变数。或许我身上的破局之法也在他身上。那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一切照旧。庇护所内，睡得正香的黄忠实被铃声响起，迅速起身接起了电话。南市，黄忠实，一名杀戮者圣境强者正在前往南市的路上，预计10分钟之后抵达。速撤，速撤！杀伐者和杀戮者的圣境强者不是都在中区战场相互制约吗？怎么会来北区呢？这么大的一条漏网之鱼，难道总部就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吗？黄忠实满脸紧张，10分钟太仓促了。杀伐者还好说，关键是普通人在10分钟里根本没办法全部撤离。他们在和我们打时间场。当总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名圣境杀戮者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最近的一名圣境强者赶过去也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信息总是比杀戮者慢一步？20分钟差就足以让那名圣境杀戮者夷平整座城市。我怀疑我们高层之间有。通讯器另一端开始沉默，大概过了30秒后，声音再次响起。这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将损失降到最低。一旦那名圣境杀戮者降临，所有人都会死。好，我知道了。不多时，庇护所的所有人员已经到达广场。危机情报：一名圣境杀戮者正在赶来蓝市的路上。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带领普通人安全的撤离。我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黄哥，消息准确吗？10分钟根本完成不了这么大规模的撤离啊！无论消息是否准确，我们都不能拿命做赌注。教官，要不我们去找一下小老板，万一他有解决的办法呢？黄忠实轻叹一声，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洛东，但是洛东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过他，外界的事情他是不会参与的。
当然，除非你有钱。而且这一次来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圣境强者，万一小老板对付不了，岂不是害了他？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依仗老板，有些事情终归还是需要我们自己面对。而且一旦老板没办法应对圣境强者，那就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小老板对我们不错，我们也不能害了他。全体都有，所有物资全部舍弃，每人带领3名普通人迅速撤离。所有人没有迟疑，正准备动身，但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强大的威压。哼，想走你们是走不掉了。哼，想走你们是走不掉了。杀戮者的18执行官之一，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在肃清计划下活下来的，不说的话就死。特么的，老子就算是死也绝不当叛徒，那你就去死吧。住手！看着并肩作战的队友在面前死去，黄忠实一脸悲愤。极境杀伐者，看样子你应该是他们的教官了。那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参与了这次的肃清计划？否则凭你们几个虾兵蟹将，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如果你不说，我会让你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话音刚落，又有2人被人杀。黄忠实悲痛地看了眼死去的队友，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还不说是吗？很好，那我就当着你的面将他们全杀了，最后再将那些普通人交给未知大人。呵呵，先杀谁呢？中年人扫视着面前的杀伐者成员，最后定在了如烟身上，一把提到了空中。这么好看的美人死了，还真是可惜了。冷笑一声后，一股发号的力量从他的掌中呼出，瞬间席卷向了半空中的如烟。如烟缓缓闭上了双眼，面对圣境级别的强者，任何的反抗都是徒劳。也不知道钱现在在干嘛呢？这么晚了，他应该早就睡了吧？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他应该不会忘了我吧？想到这里，如烟的嘴角出现了一丝微笑，突然一道黑影出现。我来迟了，不好意思啊。随即便将如烟送回地面，对着不远处说道：“狗子，你看到了吗？是他先对我动手的。”洛东，你个王八蛋，你又给我卡 bug！ 看你说的，我在我的领域范围内散步，结果被人打了，这怎么能叫卡 bug 呢？这是利用系统规则获取利益最大化。狗子眼睛喷火看着洛东，他恼怒的不是洛东利用系统 bug 出手相，而是自己在他面前都号称是古往今来第一系统，还是被他找到了漏洞所在，这让他颜面何存？一人一狗开始泼妇骂街模式。异兽，你他妈个头，老子是天下第一兽，你个傻逼！你杀谁不好，非挑个最难杀的。这小丫头片子可是他的老相好，能让你这么轻易杀了吗？下面那么多个人，你他妈都能将作死的几率提升到100%，老子佩服你。难道自己表现的这么明显吗？连狗都看出来了。哼，一只变异的小畜生！等等，先把你的舌头割掉，再把你的牙齿扒光，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牙尖嘴利。你在骂我什么？洛东眼神杀机一闪，虽然他经常与狗子吵架抬杠，但是并不代表别人也可以。他从来没有把狗子当作是一只宠物，在他心中，狗子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正准备动手，这事儿大了，你别管，我自个来。看着变身为巨兽的狗，一股浩瀚无体的气息从他的身上弥散开，中年人内心惊恐，全身不住的颤抖。这他妈的绝对不是异兽，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整座宇宙中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在我面前放肆。你记住，我就算是一条狗，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狗。说完，缓缓的抬起一只狗腿，向着圣境杀戮者砍下去。狗爷威武，狗爷最。特么的，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就连身边的一条狗都这么强悍，圣境强者被一狗脚就给踩死了。此时最害怕的还是如烟，想到自己以前遛狗的场景，他的胆子都被吓掉了。狗爷，对不起，我以前不知道你是。算了，谁叫你是他的老相好，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如烟想辩解，但是不敢，一张俏脸早已经羞红一片。特么子，你还能不能干点正事了？刚才那个圣境身上的钱呢？谢谢，这呢，在这呢。洛东拿过手里查看，脸上顿时出现了一抹喜色。1160万，特么的，果然实力越强钱越多。老黄同志，这些钱归我，你没有意见吧？老板，这些钱本就应该是你的，而且这个圣境杀戮者的赏金，我择日一定亲自给你送过去。洛东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带着狗子向着小卖铺的方向走去。如烟看着离去的背影，眼神中浮现出一丝黯然。一个连身边的狗都可以挥手歼灭圣境，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临近杀伐者队员。他这次出手是因为钱，还是因为我呢？回到小卖铺以后，洛东开心的正准备要升级领域。洛东，你到底喜不喜欢如烟那小丫头片子？你别逼我在最快乐的首山狗系统升级。升级成功，领域扩大至800公里，您当前的余额为1110万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5000万元，奖励获得免费查询一次的机会。特么的，5000万，这系统真是无底洞啊，不够花，根本不够花。不过那免费查询，这也就意味着我能够白嫖一次系统的权限，如果用对的地方，一定能带来巨大的财富。坑谁呢？李关奇退出系统上，洛东的神识开始向外蔓延，800公里，这已经是跨省的距离了。在他的无敌领域中，又发现了100多处未知的藏匿地。这可都是无本买卖啊！这要是卖出去不得赚翻了。但是怎么在最快的时间内将这些未知的信息变成钱？单靠黄忠实他们，那得等到猴年马月。赵天，老板有何吩咐？去散播一条消息，就说蓝市之内有人知道未知的藏匿地点。属下这就去搞。上一集我为了救如烟大帝，不惜违背系统规则出手，在展示实力后，人类最高指挥部要花500万请我出山。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嚣张的本事。老板，
我想请你去一趟杀伐者总部。准确的是说，是总部想邀请你。可以，老板，你答应了。连圣境都随手灭掉的存在，这可是人类最强战力了。难道是因为我的关系吗？果然，小老板还是跟我最亲。500万，我就跟你走。小老板，你怎么每次都能算无一策？总部批下来的经费刚好是500万。很快，经过2天的赶路，老黄带着洛东就来到了人类最高指挥中心——杀伐者总部。小老板到了，这就是人类最顶尖的部署。洛东看了一眼面前的大楼，整座大楼如同一柄利剑，直指天际，也是守护人类攻坚力量的心脏。如果不是花了15万偷偷的将自己的境界临时提升到超凡境，恐怕我早就累死在了半路。虽有些心疼，但是为了维护自己世外高人的形象，这个钱倒也花得值。很快，洛东跟着老黄来到了最高指挥部办公室。老板，我只能送你到这里面都是圣境强者，不是我小小教习可以停留的。洛东点了点头，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只见里面坐着几位圣境强者。想必您就是那位击杀圣境杀戮者的老板，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请坐。洛东点了点头，没有任何拘束，走到主位一屁股坐了下去。一名妇人见此立马升起不满。这次还要多谢老板出手相助，否则神州大地将又会多数百个亡魂。呵呵，各取所需罢了。本来这次我们应该亲自去拜访，但是圣境之间制约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我们集体出动，恐怕杀戮者那边也会紧随其后。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只能委屈老板亲自跑一趟。无妨，只要有钱就行，我不介意跑多几里路的。嘿嘿，其实我们这一次请老板来，是想让老板加入杀伐者阵营。老板应该也知道，我们与未知之间实力相差悬殊，再加上杀戮者从中作梗，最终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但是如果老板愿意加入杀伐者，凭你可以探知未知所在的神奇能力，一定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同时，人类在这场灾难当中存活的几率也会大大提高。哈，终于进入主题了。无非就是要给我扣上一个救世主的高帽，让我冲上前阵。你们好在这享受高高在上的坐享其成。我跟老黄同志已经解释过了，我只是一个商人，从不参与外界的任何事情。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说实话，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完全是因为你们愿意出钱。请注意你说话的语气，这里可不是蓝市。就算你杀了一名圣境杀戮者，也不能成为你嚣张的资格。奶奶的，从进门我就看你一脸不爽，老子是欠你钱了，还是抢你老公了？更年期的老家伙。既然老板不愿意，我们自然也不能强求，但还是希望老板能够将如何探知未知的办法告知，因为这对我们吹响反攻的号角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500亿，我不但可以告诉未知所有的藏身地点，甚至是他们的老巢，我也能帮你们找到。洛东的话让办公室的气氛顿时出现了凝固。你别太过分，500亿，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作为一名觉醒者，就有义务也有责任共同抵御入侵者，而不是坐在这里漫天要价。你既然有这种能力，就应该无偿奉献出来，帮助我们一起剿灭未知。而且我听说你有很多的食物，这些东西不应该在你手中，而是应该统一交给我们来管理。这么的，要我无偿奉献，这真就是个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乱世先杀圣母了，这种人才是最大的祸根。找到未知的办法，我已经给你们指明。至于报酬，呵呵，看来你们应该是付不起的。洛东正准备起身要走，好，你就想这么简单就离开吗？怎么地，你们是不是还要给我管饭？哼，你倒是想得美，我只不过想看看能够击杀圣境杀戮者的人究竟有多强的实力，能够让你如此嚣张。要不我们切磋切磋。面对妇人的突然发难，在座的其余几人都是一副眼观鼻鼻关心的神态，没有任何想出手阻止的意思。一群虚伪小人，明明就想不劳而获，还偏偏装成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好像我今天不告诉他们找到未知的办法，就成了千古罪人一样。想到这里，洛东脑海当中不禁出现了李冠奇的影子，他可比这些人可要敞亮多了。哈，切磋，我从不和人切磋，我出手必定生死，而你只有一次机会，我奉劝你考虑清楚。妇人心中一惊，但目光扫过其余几人时，他的心里的一丝胆怯瞬间消失不见。就算是自己不敌，难道他还能在几名圣境强者的眼皮子地下将我击杀？就算是神境强者，也做不到瞬杀圣境期的我。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嚣张的本事。老仙女要我无偿奉献全部家产，不同意就要击杀我。我开启无敌领域，反手给了他88下大锤。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嚣张的本事。想试探我的实力是吗？好，那我就让你看看，试探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无敌时刻开启。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力量。救我！众人一惊，纷纷向洛东掠去，但还未等动身，一道天威般的威压出现在房间内，几名圣境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被狠狠砸在地上。此时，一名老者走了进来，看到眼前的场景，顿时一惊。住手！还请阁下高抬对视。洛东瞥了一眼来人，眼中没有丝毫波动。
我提醒过你们，我出手必定生死。威压消失，趴在地上的几名圣境从地上爬起来，看向洛东的目光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他不是圣境，也绝对不可能是神境，那股力量根本不可能是人类能够拥有的。老者此时浑身被冷汗浸湿，快步来到洛东面前，躬身行礼。阁下息怒，无论他们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请暂时饶他们一命。等这次灾难过去，如果他们还活着，我一定亲自将他们带到阁下面前，任凭处置。还望阁下不计前嫌，不要因为这点小插曲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合作。洛东眼光落在老者身上，此时无敌时刻加深，对方一切信息都展现在他面前。陈长青，杀伐者神境巅峰。不要试图探测我的底细，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代表正义。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不介意将这座大楼夷为平地。在我的规则之下，没有人可以挑衅我的威严。记住，我说的是所有人。冰冷的声音让众人一惊，此时大气都不敢喘下。洛东重新坐回到沙发前。你刚才说什么合作？给你1分钟时间。这次请老板来，确实还有另一件事请老板帮忙。最近荒芜之地战况惨烈，我们与杀戮者一直都是势均力敌，但最近突然多了一些实力强大的未知，行踪神鬼莫测。他们的突然加入，让我们现在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恳请老板出手，找出这些未知的藏身之所。只要能发现他们的踪迹，我们就有办法将他们一一铲除。洛东一边听着老者的话，一边读取他心中所想的内容，倒是所言不假。看来未知王座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要开始准备接手地球了。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未知的藏身地点，但是除了你们需要支付的报酬以外，从未知身上获得的钱，我要抽1半。陈长青闻言没有丝毫犹豫，他就按老板的意思做。狗系统查询荒芜之地未知行踪。查询到荒芜之地共有3名圣境未知，查询圣境未知坐标300万，击杀3名圣境未知2500万。2000万，我告诉你，荒芜之地3名圣境未知的坐标地。以前偶尔出动也是一些小喽啰兵，最高不会超过超凡境。这次一出手就是3名圣境未知，这是胜券在握还是鱼死网破呢？很快2000万显卡就给了洛东，洛东就把未知的信息给了陈长青。得赶紧走了，无敌卡时刻只有4个小时，万一时间到了再碰上个不长眼的，岂不是露馅了？交易完成，欢迎下次光临。说完，洛东就起身消失在了房间里。看着洛东离开，众人马上松了一口气。这老板还真是见钱眼开啊！钱一到账就马上笑容满面。陈老，此人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强者？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实力绝对超过了神境。此人一看就是那种杀伐果断、随性之人，什么民族大义、正邪之分，在他眼里分文不值，还不如直接给钱来的实在。今天的事绝对不能外传。如何？红莲身死，蓝道明他们不是一合之敌。红莲死了，我想阻止，但只是一道威压，我就动弹不得。那道威压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天塌了。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超越神境的强者吗？有，那位未知的王座一直以来从未现身，但是在100年前黑暗降临的时候，有人见过他的真身，那绝对是远远超过神境的存在。既然如此，他为何不选择亲自动手？他们应该是因为某些原因重伤不愈，之所以会在地球潜伏100年，也是将地球当成了疗伤圣地，用人类的血肉之躯加快他们恢复的速度。陈长青一惊，突然想到了什么。最近荒芜之地未知频繁现身，难道他们的实力已经逐渐恢复了？按现在的局势来看，应该只是恢复了一小部分。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伤势复原之前，尽快将他身边的羽翼清除干净，才可能拥有一线希望。这就要全靠那名贪钱的老板。异兽入侵，爷爷为保护孙女逃走，最终被杀；少女为报血海深仇，不惜变成魔鬼大杀四方。哥，你回来了。西西，这次挣了多少钱啊？狗子期待的眼神像极了月底等老公发工资的家庭妇女。嘿嘿，这次总共赚了2060万，很快我们又可以升级领域了。狗子，我要是让小小或者赵天武去清剿未知，应该不算违规吧？系统只是限制你不能主动出手，他俩属于编外人员，不算违规。不过未知不是有杀伐者应付吗？我们安安心心的吃吃牛排喝茶，等他们自己送钱过来不好吗？你意思是想直接摆烂吗？摆烂有啥不好的？反正销路已经打开，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钱送进你的口袋。别人摆烂是因为无所谓，而我们摆烂是因为无所畏惧。可以啊，现在能吐出几根象牙来了。你这次去杀伐者总部，不就是想让那些高层知道你的存在吗？他们知晓了你的能力，以后想到未知就会瞬间想到你，到时候还怕没钱？厉害了，最近牛排吃多了，狗脑都变聪明了。这次我去杀伐者总部，得知未知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不过杀伐者那些人不可能吃掉未知这块蛋糕，再加上杀戮者，他们更是没有一点希望。最关键的是，这些人挣钱太慢了。慢就慢呗，反正只要在无敌领域之内，你就是无敌的存在。
话虽如此，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不是说系统空间涵盖了宇宙万物吗？如果我们能将无敌领域扩散到别的星球，甚至是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那才叫财源滚滚。就算是无敌，也是需要努力的嘛。狗子听完歪着脑袋思考了下，想到他们之前连牛排都吃不起的时候，如果不是靠着洛东努力向上，积极进取，开源节流，坑蒙拐骗，恐怕小卖铺早就倒闭了。想到这里，狗子很庆幸系统能够选择洛东。虽然他抠了一点，见了几分，但是他从来没把我当成一只敛财的工具狗，而是一个可以说话、有事可以商量的伙伴。想到这，狗子不禁两眼一红。咦，狗爷，你眼睛怎么红了？我昨晚没睡好，他妈的，老子难得感动一次，竟然被这个小丫头发现了。特么的，你不会的狂犬病了吧？小小，快撤！你太奶奶的，老子感动到流泪，你们竟然这样对我！那你现在想怎么干？洛东反复的在确定狗子不会咬人后，开口道：“我已经给了沙发者总部几个圣境未知的信息，等他们将这些未知击杀，一定还会来找我。赵天武也撒过消息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各地的庇护所也会知道小卖铺的存在。如果再加上小小他们主动出击，这样全世界的钱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口袋。”狗系统，给我把小小从战境提升到超凡境，提升成功，升级极境50万，升级超凡境150万，总共200万。很快，小小的气息不断的攀升，从战境变成了一名极境强者。未等小小回过神来，停滞的境界又开始急速上升到了超凡境。查询提升圣境的金额，临时提升到圣境450万，永久提升至圣境期4500万。阿呸，当我没说，告辞。这狗系统不会是看到我现在有钱了，故意哄抬物价吧？按这狗系统的尿性，这种可能也不是没。不过就算是超凡境，配合小小自身双属性的能力，足以应付圣境之下的所有强敌。洛东把几个超凡境未知的藏身地点传入叶小小的脑海中。小小，知道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吗？小小一愣，点了下头，阴笑道：“我知道，一个钢镚都不能落下。”很快，叶小小就闪身离开。洛东开启系统空间走了进去。查询人类进入2级文明的办法。查询人类进入2级文明的办法，300万；帮助人类进入2级文明的办法，500亿。我操！500亿，努力来努力去，自己还是个破穷。给我查询人类进入2级文明的办法。人类当中出现一名横境，将自动升入2级文明。你能多说2句吗？要不然我心都在滴血，要不唱个歌也行啊。你想得美，不行。那麻烦尊贵的系统大人帮我查询一下神境之上还有什么境界，好吗？谢谢您了。查询神境之上的境界10万。狗系统转性了还是变异了？这一次怎么这么便宜？查询到神境之上的境界，2级文明横境、圆境、戴森境，3级文明叹号。为啥后面都是问号？钱太少，只能这么多。特么的狗系统，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退出系统后，洛东靠在沙发上思考。如果按照狗系统说的，人类如果想要迈进2级文明，必须要有神境强者突破自身的桎梏，达到横境层次，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跟未知掰掰手腕子。就是不知道未知的那个王座是什么境界，横境、圆境，又或者是2级文明中最高级别的戴森境。半天时间过后，小小自信的回到了小卖铺中。哥，这是未知身上的钱，有160万。洛东接过钱卡，扫了一眼小小，大展神威的一幕幕画面出现，简单粗暴，一招秒杀。双属性觉醒者果然是纯粹的战争机器。哥，我感觉那些丑东西似乎变得比以前强大了。虽然我依然可以瞬杀他们，但是消耗的精神力比之前大了许多。他们的实力正在逐渐恢复，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重新回到2级文明巅峰。杀伐者之所以会找我，应该也知道了现在时间紧迫，他们要在未知王座恢复之前，尽量多的削弱他们的力量。哥，那我们能帮他们吗？洛东明白小小心中的仇恨和心思，伸手摸了摸叶小小的头，开口道：“小小，这个世界有他自己运转的规则，无论是杀伐者还是杀戮者，或者是未知，甚至是那些普通人，他们都身处在这个规则之下，有人生就有人死。你以为除掉未知，人类就能够一劳永逸吗？整个宇宙浩瀚无垠，杀了张三，来了李四，人类如果想逆境翻盘，靠的是整体实力的提升，不是一个所谓的救世主替他们挡下所有的灾难，这是文明等级提升的必经之路。”小小怔怔地看着洛东，片刻后他低头道：“哥，我明白了。”嘿嘿，傻妞，换位思考，你现在击杀未知，不就是在帮助他们吗？开过超市的都知道，在末日之下开超市，那无疑就是找死，因为根本没人光顾。可我不但开了，还开得红红火火，就连人类最强部队都跪着求我卖东西给他们。很快，赵天武把未知的信息散播了出去，小卖部迎来了很多来买未知坐标的杀伐者。排好队，别挤，一个一个进。赵天武站在小卖铺门口，吆五喝六着：“我们好歹也是极境强者，竟然让我们像普通人一样在外面的，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仔细看看吆喝的那人是什么境界？他不就是个极境吗？用你那榆木疙瘩脑袋想想，连门童都是极境，那位老板又是什么恐怖的存在？让你排队委屈你了吗？”下一位。嘿嘿，老板，我要3个战境未知和1个极境未知的坐标信息，32000块。杀伐者付完款后，洛东随即就将未知坐标传入了此人脑海中。下一位。很快，洛东账户余额也达到了3840万。正在这时，不远处走来了几名杀伐者。
你手上拿的什么？这是我在转转新换的手机，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苹果13只要2500，比新机便宜了1400多。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上面 iPad Air 5也只要2800，真心推荐买靠谱的2手，就上转转。我没看错吧？连他们也来了。你没看错，确实是他们。我记得他们一直都在荒芜之地与杀戮者战斗，怎么会来这里？你没听说吗？杀戮者最近就像突然偃旗息鼓了一样，没有了任何动静。这下有好看的了，我就不信那个门童连这些人都敢拦。机动战队编号001，总部的王牌战队，真正的尖刀。恐怕这一次连那个老板都要亲自出来迎接。排队去。你们是很强，但也只是对我而言。不过在老板面前，就连李冠奇都变成了小梨子，更何况是你们。恨不得他还真敢拦啊！傻了吧？这些人随便一个都能一巴掌拍死他，看他等会怎么死。杀伐者001号机动战队队长简一，携队员向老板问好。怎么会这样？他们的身份就算是见了首领也不必行如此大礼，现在竟然会屈身一名老板？难道老板身份比首领还？现场顿时一片议论纷纷。来之前首领就说过，老板可是神境之上的存在，要是惹他不开心，非得被一掌拍死。进来吧。王牌战队的队员听闻不敢怠慢，迅速走进小卖部里。洛东看着进门的队长简一，有点惊讶，因为他从简一内心当中看到一道身影。李冠奇不对，虽然那人与李冠奇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从神性来看，二者绝对不是一个人。嘿嘿，难道是双胞胎？虽然内心惊讶，但是洛东表情没有变化。你们不是应该在荒芜之地牵制杀戮者的那些圣境吗？怎么会跑来我这个地方？难道你们也缺赏金？老板，最近未知频频现身，杀戮者反而没有了动静。而且前荒芜之地3名圣境为之被我们围杀后，杀戮者更是直接撤出了战场，原因不知。所以你们想趁此机会对未知展开反攻？简一表情开始变得凝重，沉声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未知一天比一天强大。如果等他们的实力恢复到巅峰，我们没有一丝的胜算。现在只有老板有能力洞悉他们所在，还请老板出手相助。”随即几人集体躬身，态度极其诚恳。嘿嘿，好说好说。狗系统800公里内其余位置坐标打包查询。800公里内共有12处位置坐标地点，查询具体坐标1800万。4000万，我给你3个圣境未知的坐标，还有一些未知的巢穴。简一没有任迟疑，作为最强的王牌战队，这点钱他们还是有的。洛东将坐标传入了简一的脑海。谢谢老板了。说完，带着队员躬身告退。几人离开后，赵天武来到洛东面前。老板，外面人越来越多了。赵天武，你这次做的不错，这是你的奖励。说完，洛东花了150万把赵天武升到了超凡境。多谢老板的恩赐，小的愿为老板上刀山下火海。好了，你忙你的事去吧。好的，老板。狗系统，给我升级领域。升级成功，无敌领域扩大到3200公里。您当前的余额为1040万，下一次升级所需100亿，或恒境生命体1颗，奖励2级文明母种1颗。随着无敌领域升级成功，原本800公里的神识又开始了疯狂的蔓延，无数的景象被这股神识笼罩。哟，这不是紫菱那妹纸吗？怎么没发现小栗子的身影？洛东查遍了整个无敌领域，却依旧没能发现李冠奇的影子。该不会被让未知给宰了吧？这小子身为杀戮者首座，100年来竟然不沾一滴人类的血。要我是未知，早把他给宰了。算了，凡事要往好处想，万一只是被打残了呢？嘻嘻，狗哥，解释恒境生命体和2级文明母种。文明母种是文明硕果的结晶，它可以大大缩短文明进化的时间。一旦有人获得文明母种，它就会以一种急速的方式成长。等达到文明等级的极限境界后，它所在的族群就会向下一等级的文明跃迁。只不过身怀文明母种的生命体也会同时被抽干生机。这完全就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必死之举。那我可以随便找个人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人类的文明进化吗？如果可以的话，杀伐者总部一定会倾家荡产来完成这笔交易。嘻嘻，不行，文明母种只会选择最有可能成为文明进化者的生命体，一种族群只会存在一个。一夜暴富的计划泡汤，还是老老实实搬砖吧。太监王座，哼，虚情假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动作。未知声音冰冷，毫不掩饰眼中的强烈杀意。你将杀戮者全部撤回，是想给那些人留下喘息的机会吗？这么多年，你一直有意无意的给杀伐者留下破绽，你以为我不知道？别以为你身怀文明母种，我就不敢杀你。说完，一语让发射。为了救全人类，我不惜成为外星异兽的鹰犬，只为给人类喘息的机会，可却不曾想被未知发现，反手间就要灭了我。计划当中出现了变数，最近我们的行踪频频暴露在杀伐者的视线下，我怀疑有人掌握了获取你们位置的办法。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局势明显对我们不利，所以不如先将所有人撤回，保存实力。哼，变数？什么变数？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一定可以查明原因。呵1个月，恐怕1个月以后，我那些族人已经全都被杀干净了吧？话音刚落，庞大的身躯开始急速收缩，转眼间已经凝聚成了人类的模样。你也不必查了，用不了多久，我的实力就可以完全恢复，到时候无论什么变数，我都会让它消失。至于你能为文明献身，是你无上的荣幸和发。属下告退。哼，一个低级的文明种族，竟然妄想在我面前玩弄心计。如果不是文明母种选择了你，我又怎么会留你到现在？说完，抬起手掌，旋风一抓，一道人形从空间出现。幽灵猿，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杀戮者首座。我要你在1个月之内攻破人类最后的防御。去吧，给我证明你的价值。属下遵命。
怎么回事？你受伤了？难道是未知王座恢复了？还没有，看上去只是恢复了6、7成。即便是这样，以我神境巅峰的实力，在他面前已经微不足道了。而且这一次，他真的对我动了杀心。你身上有他们的文明母种，难道他真舍得杀你？他们之所以一直留着我，就是想依靠我体内的文明母种，加快他们回到2级文明的速度。一旦我的境界突破了神境，他们的实力就会瞬间恢复到巅峰状态。可如果他们提前恢复了实力，那我在他们面前就会一文不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对人类进行最后的清剿。这一次杀戮者必定会首当其冲，等到和杀伐者两败俱伤以后，他们才会出来收拾残局。而且东凌云会成为未知撕开人类防线的一柄尖刀。我之前就应该杀了他。你就算杀了他，未知也会培养出西凌云、南凌云。我一直想让战争拖长一点，这样就有时间去寻找未知的破绽。但是现在看来，一切的计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徒劳。说完，抬着头看向远方，紫菱顺着目光看去，心中瞬间明白，你是想要去找那个小老板吗？李观其沉默不语，像是在做什么决定。片刻后，对，就找他。他奶奶的，明明实力那么强的，非要躲在一个犄角旮旯摆烂。他摆，我们也摆，撤了他，把所有的钱都带上，以后我们不回来了。此时小卖铺内，几个身影整齐地站在洛东面前。恭喜啊，老黄同志，这次收获不错呀！哈哈，这得多谢老板提供的未知分巢消息。嘿嘿，看来钱凑够了。这次成功剿灭未知分巢，总部奖励了我150万，其余参战队员奖金20万，凑起来有300多万。好，那我祝你突破超凡境。等一下，老板。黄忠实急忙把旁边的白浩拉了过来。老板，他比我年轻，天赋也比我好，所以这一次他比我更合适。黄哥，白浩刚开始听到黄忠实说钱攒够了的时候，他的心中有了一丝芥蒂，但是没想到黄忠实却毅然地将这机会给了他。黄哥，不行，这里面有你的一半，就算是以你现在教习的身份，那也是你10年的俸禄。黄忠实摇了摇头，这次行动本来就是你出力最多，而且凭你的天赋和风属性，一旦突破，必然会超过同境界的强者。你和我不一样，你年轻有天赋，是总部击碎黑暗的利刃，利刃就该是见血之物，怎能藏在袖袍之中？此时所有队员深受感动，就连洛东眼神中都带着一丝赞赏，尤其是白浩，他的眼眶已经泛红。黄哥，可是没有可是，这是命令。考虑清楚了吗？还请老板出手。好，狗系统提升超凡境的金额，临时提升到超凡境15万，永久提升至超凡境150万，永久提升。很快，白浩的境界就提升到了超凡境，随后一把抱住老黄，心中对老黄充满了尊敬和恩情。滚蛋！老子虽然年纪大了，但也不想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而且这钱是老子借你的，你挣够了赶紧还给老子。白浩充耳不闻，死不撒手。这一幕让周围的队员看着一阵膈应人。请老板助我突破极境。一名战境队员上前一步，目光灼灼地盯着洛东。见此情形，一个个队员也反应了过来，纷纷围绕在了洛东面前。好，都有，先交钱，嘻嘻。片刻后，大部分队员都突破了自身的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也要。你要啥？我也要突破战境。你有钱吗？啊，我没有啊。没有你凑什么热闹？如烟脸上有些尴尬，不好意思，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就随口一说。老黄一脚把白浩踹开。他拉着如烟走到洛东面前。老板，如烟上次护城有功，提升战境的费用是16万吧，算在我身上吧。谢谢教官。狗系统给他提升到战境期，临时提升到战境期8000块，永久提升，赶紧的，搞快点。瞬间，如烟身上的境界提升竟爆发出强烈的水属性。水属性，如烟竟然觉醒了水属性。与此同时，洛东账户内的余额被扣了800万。狗系统，你给我出来！你特么给我解释，为什么别人突破战境是8万，而他是800万？因为他有突破水属性觉醒者的选项。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是你不让我说的。哎，现在钱也收了，境界也提升了，难道让自己舔着个老脸再去要？那我无敌的形象和臭鸡蛋有什么区别？为了面子，老子忍了。我的800万。我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竟让如烟大帝喜欢上了我，为此还要跟我表白，可我却为花在他身上的800万而悲愤中，为此还要杀了他。狗子，我想好了，你去杀了他吧。嘿嘿，老板真是我们的福星啊！水属性觉醒者那可是以1敌3的存在呀！特么的，这是什么狗屁福星啊？那都是用我的钱堆出来的呀！3分钟为一个女人花了800万，我的800万啊！如烟眼神中闪过一丝色彩，她喜欢上了一个人，但是对方的实力过于强大，强大到她只是个微不起眼的存在。现在的我觉醒了水属性，再也不是一个帮不上忙的无用之人了，也可以像小小一样帮你挣更多的钱了。你喜欢钱，我不喜欢，但我喜欢你。从今以后，除了你，钱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如烟深情看着洛东，谢谢你。黄忠实看着暧昧的环境，立马心领神会的领着队员全部消失。临走时还得到狗爷一个赞赏的目光。至于洛东，他还沉浸在800万惨案的悲伤之中。老板，我想说。如烟紧张的浑身颤抖，这可把一旁的狗子急坏了。说呀，你倒是说呀！哎，人类真是太磨叽了，还是做狗好，喜欢谁可以直接扒谁身上。我想说，谢谢你用16万重新让我捡起了自信，我会继续努力的，会很努力的。如烟深深的看了一眼洛东后，羞涩的离开了小卖铺。只不过他不提钱还好，一提到钱，洛东想到那800万，立马心梗了起来。狗子，我想好了，你去杀了他吧，我的血汗钱啊！哥，你舍得吗？如烟姐可是对你一往情深呀。
下一个。老者点了点头，走进了小卖部，来到洛东面前。洛东随即目光一凝，谢青南，杀伐者神境守护者之一，未知的走狗。嘿嘿，真是有趣。听说老板能够洞悉未知所在，老朽特意前来拜访。嘿嘿，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那我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老板。尽管问，无论是前途命运、爱情姻缘，又或者是你心中的愿望，我都可以帮你实现。当然，前提是你得付得起钱。呵呵，老朽的愿望只不过是希望人类能够在这场灾难中活下去而已。我是想问，人类在这场灾难中还有无生还的可能？你这是想洞察天机啊？这个问题可不便宜，得加钱。这样吧，5000万，我就折损阳寿为你探一次天机。老者立马给了钱，似乎真的在为人类的生存而担忧。洛东眼神微眯，手指正在杂乱无章的变换着。有一线生机。生机在哪？这可是另一个问题了，得加钱。不过这个问题需要的报酬你付不起。老者眉头一皱，心里飞快地计算着。片刻后，呵呵，既然如此，那老朽就不叨扰了。洛东看着谢青南离开的背影，嘴角有些玩味。来都来了，不杀几只未知猪不信。呵呵，不了，老朽这次外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说完，迅速地离开了小卖铺。哈，想杀我？看来杀伐者手座向他隐藏了我压制神境强者的情报。离开小卖铺后，神境强者的气息在他身上展露无遗，顺势就出现在了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动手？1个月之内，杀伐者总部必将被我们踏平。不行，1个月的时间太长，我感觉总部已经有人在怀疑我了。一旦暴露，我必定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么多年冒死将情报送到你的手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助我夺得首领之位。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连大门都攻不破，他妈的废物！哼，你说谁是废物？谢金南想要挣脱，却一丝不动，惊道：你突破到了神境巅峰。哼，再有下一次，我必杀你！一个神境强者的血肉，说不定能让我再进一步。你现在这个样子和人形未知又有什么区别？人形未知又怎么样？我要的是力量，更强的力量。如果不是那个该死的李冠奇，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如果杀戮者在我手上，杀伐者总部早已变成一片血海，一切都是他造成的。我要亲手把属于我的都夺回来，然后再一口一口把它吃掉。解。谢青南内心升起一丝寒意，杀戮者2把手东凌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只人形未知。我会找机会引开总部的那几个老东西，到时候就是你出手的机会。说完，正准备转身就走，没走几步，他突然停下脚步。对了，我来之前去了一趟蓝市，那个小卖铺的老板对我说了一句话：人类尚存一线生机。哼，就是那个小卖部老板提供的信息，害我变成这样，装神弄鬼而已。等未知大军倾巢而出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他说的生机在哪。一母同胞的生物，却因为外星异兽的降临，走向了2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庇护人类的英雄，一个却是被世人唾弃的未知走狗。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其实是100年前2人布下的一盘棋。洛东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观其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呵呵，好名字。呵呵，已经有100多年没有听到过我的名字了。老板果然神机妙算。嘿嘿，洛子兄，请坐吧。青衣男子见状坐了下来。如果我还没有老糊涂的话，我与老板应该是第一次见面。但是看你店里的员工好像认识我，之前有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来过我这儿。哦，他来此所为何事？吃饺子、喝酒，还有试探我。李洛子表情一怔，嘿嘿，他应该不会对你动手，也幸亏没有向你出手，不然的话，他就会成为这100多年来第一位陨落的神境强者。洛东摊了摊手，无奈道：你就说可不可惜吧，他身上那么多钱，我明明可以直接抢的，现在还得费尽心思想尽办法去坑他。哎，做点小买卖真的不容易啊。哈哈，坑得好，坑得好啊！他的钱可都是从杀戮者手中得到的不义之财，进了老板的口袋总好过变成利器砍在我们身上。不过你坑了他，可就不能坑我了吧？毕竟我的钱可都是人民的血汗钱。闻言，洛东一阵无语。杀伐者总是这样，穷的同时还很抠，抠的时候还很有骨气。所以你想用人民的血汗钱从我这得知王座为何不出手的原因，或者说你想问未知王座会在什么时候动手，对吗？李洛子一惊，目光死死地盯着洛东。我的名字和身份或许还有获知的可能，比如从我弟弟李冠奇那，但是总不至于连我内心当中想什么对方都能知道吧？而且一字不差。没错，我确实想知道这个原因。或许之前是因为他们受伤的原因，没有与人类鱼死网破，可现在他们实力恢复了不少，攻破人类的防御应该不在话下。尤其是那个未知王座，他的实力绝对在神境之上。如果他出手，我们必将一败涂地。狗系统查询未知王座不出手的原因，还有出手的时间。查询未知王座不出手的原因，简略信息2亿，详细信息20亿。查询未知王座向人类出手的时间，简略信息5000万，详细计划500亿。5亿，我来给你解惑。本来还想着依靠详细信息捞一把，但看到李洛子身上的钱后，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李洛子淡然一笑，随即付了款。未知王座不出手的原因，因为未知领地被2级文明蚁人族占领，未知王座想要夺回领地，必须前往星域寻找进入3级文明的办法，而前往星域需要达到元境层次，而地球上的生灵只能让他恢复到原来的恒境巅峰。为了自身实力不受损伤，他让人类自相残杀，以极低的代价清除人类，这样他才能保证在1个月之后，文明母种结出硕果的时候，踏入元境层次。届时李冠奇献祭，人类灭亡。原来未知的文明母种在这个小子身上，
看来李冠奇身上那个连他都无法窥探的秘密，应该就是与文明物种有关。小梨子不容易，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坏消息，你弟弟会死，所有人都会死，你们都会变成未知王座的养料，成为他寻找3级文明路上的奠基石。李洛子虽然早有准备，但听到结果的时候，还是失落了不少。那好消息，好消息是你们还能活1个月的时间。李洛子目光变得空洞，这个能算好消息吗？当然，至少这1个月之内，他们还不会对你们发起进攻，只会让杀戮者完成他们最后的使命。等你们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们才会悠哉悠哉的出来清扫战场。至于那个未知王座没有选择出手，是因为他在保存最后的实力。1个月之后，你弟弟献祭，他就会借助文明硕果的力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到时候人类必将灭亡。100多年来，我们苦苦挣扎，就是为了在绝境当中寻找一线生机，但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结果。老板，关奇喝的酒，给我来1瓶。看在人民血汗钱的份上，这瓶酒1块钱，多谢。说完就接过酒瓶大口喝了起来。这兄弟俩以天下为棋盘，众生为棋子，一下就是100多年。为了拖延时间找到破局之法，更是让无数人以生命为代价。可以说这场战争中有90%之人都死在了他们的棋盘上。说他们是英雄，绝对不是，倒更像是2个充满智谋、行事果断的操盘手。虽然手段残酷，但不得不说却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可惜了，那些死在战争中的人，我没能还他们一片蓝天。关奇背负100年骂名，我也没能为他洗刷冤屈。不过这不重要了，只要我李老子还活着一天，就绝不会拱手让给这些畜生。就算身死，我也得见他们一身血。杯中酒一饮而尽，李洛子重重落杯。好酒，酒钱麻烦付一下。豪迈归豪迈，我也无奈，1块钱买不了吃亏，但是能让我违规啊。老板，这个玩具是小七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因为小时候爸妈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我很嫉妒，所以偷了他这把枪，然后告诉他丢了。为此他伤心了很久，如果他再来找你，麻烦老板把这东西还给他。你应该亲自还给他。我们暂时还不能见面，这一盘100多年的棋局虽然没能改变最终的结果，但是棋盘上那些没用的棋子也该清算清算。说到这里，李洛子眼中的杀机一闪，洛东也没有再推脱，接过李洛子的手枪。既然知道了未知王座出手的时机，我要赶回去好好部署一番，不打扰老板做生意，告辞。老陈，让谢青兰知道，青城郊外有一只神境为质，择日我会亲自前往斩杀。此人心思缜密，不一定会信。这一次我们没有刻意野蛮行程，就是为了让他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想办法调虎离山。一旦我离开总部，就是杀戮者出手的时机。但如果你真的离开了总部，防御力量必定大损。放心，我自有打算。另外，让所有庇护所协同普通民众全部撤回京市以及海市。这一次生死存亡，既然不能同生，那就共去。一母同胞的真理，却因为外星异兽的降临，走向了2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庇护人类的英雄，一个却是被世人唾弃的未知走狗。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其实是100年前2人布下的一盘棋。姐，李关起想逃，你是逃不出王座的手掌心的。就算身死，我也不会再做王座的一条狗了。姐子，你现在还不能死，不过你身边的美人倒是可以先行一步。主人，想杀他，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来法，雷龙破天。子林，走。各位兄弟同胞们，1个月后，未知全盘出动，这将会是人类最后的生死之战。李洛子并没有向民众隐瞒，反而正大光明地昭告天下，他要激发出所有人的悲壮之情，就算没有希望，也必当全力以赴。杀伐者总部，一群群众纷纷围了上来。小伙子，听说过些天就要上战场了，这是我这么多年攒下的一些食物，你们拿去吧。一名身形颤颤巍巍的老人将手中的竹篮推到了杀伐者的面前，杀伐者刚想推脱，就是你们就拿着吧。虽然我们战场杀敌帮不上忙，但是让你们吃饱饭一定竭尽全力，你们就拿着吧。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食物，杀伐者们心中满是感动。大哥哥，我也要去杀怪兽，我要保护我的爷爷奶奶不受伤害。算我一个，我是极境觉醒者，以前觉得你们杀伐者规矩太多，所以我就没有加入，现在也管不了什么狗屁规矩了，我愿意成为一名杀伐队员，任凭调遣。战境五乐天，我也要去，我也去，我也要。好，将这些兄弟的名字都记下来。哥，最近怎么觉得杀伐者热情高涨的？呵呵，那我们出去转转。哥，我们来这干嘛？嘿嘿，看看能不能节点钱。李关奇盘膝而坐，胸前一道深可见骨的恐怖刀伤。每当用精神力修复伤口时，伤口处就会弥漫出一股灰色的絮，阻止伤口的愈合。主人，你不该救我的。紫菱手忙脚乱的将疗伤圣药涂在伤口处，眼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惊慌。没用的，未知留下的伤口不是我们人类的手段可以治愈的。为什么？我只是你的下属，我的命蝼蚁一场而已。你不是我的下属，你是我的伙伴，是我100多年来唯一能够吐露心声的人，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因我而死。既然结局已定，我不希望再有一个人死在我面前。可你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就算是结局已定，你存在的价值比我重要的多。紫菱看着不断被灰色气息侵蚀的伤口，心中满是悲痛。按这速度发展下去，李关奇必死无疑。你快拉倒吧，明明就是想老牛吃嫩草。紫菱神经绷紧，匕首刹那间出现在他手中，盯着突然出现的洛东。这么激动干啥？我要真想杀他，世上没有人能挡得住。洛东一脸无语的看着如临大敌的紫菱，我都把你说成嫩草了，你这样对我真的好吗？再说了，你不就喜欢他吗？老板此次过来是为了救我吗？
你看你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见外，我只是等那2个神境未知而已，等他们把你俩杀了，我正好捡点钱回去。紫菱内心震动，随即跪在了洛东面前。紫菱以前多有得罪，希望老板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说完，不断的向着地上磕头，求你了，求求你了，救救首座。这一刻，她就像一名无助的少女。李冠奇深深的看了一眼在跪在地上的紫菱，紫菱，起来吧，你即便说的再感动都没有用。随即他的目光移到洛东的身上，直接说吧，要多少钱？洛东咧嘴一笑，狗系统查询治愈李冠奇的办法，治疗李冠奇1亿。洛东抬手一勾，紫菱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扶起。2亿，我可以治好你身上的伤。李冠奇没有半点犹豫，直接将钱卡给了洛东。洛东喜笑颜开，一声响指，李冠奇身上的伤口迅速恢复着。随即，洛东在旁边蹲了下来。老板，还有事吗？有啊，我不是说了吗？我在等那2个神境未知。虽然你现在治好了伤，但是面对2个实力大涨的神境未知，我依然有捡钱的可能。主人，我们快走。别费劲了，他们已经来了。姐，我看你能逃到那里去。一场布局百年棋盘被揭开，李冠奇握了身份被发现，沦为丧家之犬，惨遭未知异兽追杀。然而因为洛东的到来，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公司福利也是你对头顶1万冤魂的交代。姐，我看你能逃到那里去。突然，李冠奇面向洛东，眼神中一丝狡猾闪过。谢谢老板，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规定，只要我是你的客人，别人就不能对我动手了，对吧？洛东表情一僵，笑容凝固。李冠奇一抹微笑。老板，给我来5斤瓜子，有香味的。我靠！特么的，你看老子的吧，你个臭不要脸的！李冠奇，跟我们回去喝，不然我们要你生不如死。来啊，打我啊！我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回去。李冠奇的动作让2名神境未知一惊。你的伤势竟然恢复了，不可能，血肉之躯怎么可以抵挡文明兵器的力量？我要说，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你信吗？2名神境未知冷和恐怖的力量骤然间爆发，向着李冠奇的方向走去。恢复了又如何？能伤你1次就能伤你第2次，这一次不会让你侥幸逃脱了。可，那个能等他吃完那5斤瓜子，你们再去搞死他，可以吗？给我一个面子。洛东脸上载着诚恳的微笑，2名未知一扫而过，没有停下脚下的步伐，很明确的告诉了洛东，没面子。特么的，看来修复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否则人人都把我当做避风港，这买卖还怎么干？想到这里，瞬息出现在了未知面前。等这个不要脸的不吃完瓜子是杀是抓随你们高兴，但在此之前，他身上的每一根毛都代表着我的招牌。作为一名生意人，我的招牌可是很重要的。既然你想找死，那就先用你的血肉来祭奠你的无知吧。李冠奇凝望着洛东，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他要看看让神境巅峰强者忌惮的存在会有多强。李冠奇心中巨浪惊涛，这就是他真正的实力吗？一此之威，言出法随。一旁的紫菱更是震撼到无以复加，想到在小卖铺有过对洛东出手的冲动，身体一颤，看向洛东时变成了深深的恐惧。小，我们走。老板，等一下，你要干啥？要不再买5斤瓜子？李冠奇嗅到洛东语气中带着一丝危险的味道，惴惴不安的开口道：我此行的目的也是小卖铺，不如与老板同行。洛东白了一眼，不欢迎。我想请老板破掉我身上的死局。话音刚落，瞬间已经发现自己身处在了小卖部内。李冠奇一脸茫然。老板，你刚才不是说不欢迎吗？西，口误，我说的是很欢迎。小，煮饺子。李冠奇看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明显有些心不在焉。你紧张啥？不就是体内有一颗文明母种吗？又不是生孩子，没人笑话你。老板，最多半个月的时间，我就会突破到一个新的境界。到那个时候，文明母种爆发，便宜了那些畜生，我实在不甘心。那你怎么不让未知杀了你？或者你干脆自杀？你死了，一了百了，文明母种也会消失，我也能继承你的遗产，两全其美。李冠奇一怔，苦笑道：因为我不想死，而且我也不想死的没有任何价值。无数同胞的冤魂压在我的头顶，我若轻言生死，他们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所以我还不能死，我的命要留着做最后的殊死一搏。洛东点了点头，你们兄弟2个倒是挺像。他来过，也是。他如果不来找你，怎么可能知道未知出手的准确时间？这几天消息四散，就连未知那边也听到了不少风声。他这一手阳谋，彻底打乱了未知之前的计划。他找你还有别的事吗？你要是收费的话，就当我没问。探测天机，追忆往昔，归还赃物。什么赃物？洛东从系统空间内拿出了那一把玩具手枪。堂杀伐者首领失措偷东西，堂杀戮者手作伤心哭鼻子，啧。他知道个屁！他以为偷了我的手枪，其实这把是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随后手掌一翻，一把一样的玩具手枪出现在他手中。因为我是弟弟，所以爸妈总是会将最好的留给我，但我能明白他的感受，于是我偷偷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故意放在了显眼的位置。原来是这样，这兄弟俩还真是天生的谋略家。还请老板出手相助。狗系统查询解除未知文明母种的办法。击杀恒靖王座位之300亿，系统之力彻底抹除500亿。特么的，最近是货币膨胀了还是你膨胀了？狗系统，你是不是对钱没什么概念？李冠奇身上的文明母种是2级文明产物，不行，太贵了，有没有其他办法？签订协议。
嘿嘿，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你身上的钱并不足以支付我需要的报酬。洛东的话让李冠奇希望的目光又暗淡了下去。不过我可以让你分期付款。随即李冠奇面前出现了一沓厚厚的契约。李冠奇拿起面前写着小卖铺劳动合同，表情疑惑。这是什么？这是你的保命符。你让我给你打工？不是给我打工，是给你续命。李冠奇眉头紧皱，契约里面的内容将一个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忍剥削体现了个淋漓尽致。我好歹也是个神境强者，堂堂杀戮者首座，但是现在命都要没了，要不谢有个屁用？李冠奇一咬牙，在合同上签上了名字。随即洛东伸手向着李冠奇虚空一抓，一颗不规则石头从李冠奇的胸前缓缓飘出，落在了洛东的空间中。多谢老板，从今天起，你就是小卖铺第2号员工，我就再送你一份机缘。洛东从空间中拿出了另一枚蓝色的石头，送进了李冠奇的身上。老板，这是公司福利，也是你对头顶1万冤魂的交代。人类最强战力李洛子离开总部，谢青南通风报信，杀戮者大军全盘出动，百年厮杀终于迎来了最终之战，人类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李老子明明从小卖铺那儿得知了神境未知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出手。如果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未知给的任务，我的下场一定会无比凄惨。正在这时，一道人影出现。老谢，总部这里你多照看一下，我要出趟远门。首领，你要去哪里？前段时间从小卖铺那获得了一支神境未知的地点，这次前去就是要将他斩杀。谢青南故作焦急，连忙开口：如果首领离开的话，一定会给他们留下可乘之机。放心，我隐藏身形，悄悄离开，杀戮者怎么可能知道呢？你说对吧，老谢？既然如此，首领此行务必小心。李洛子点了点头，就消失在原地。谢青南随后拿出一个特制的通讯器，低语几声。李老子离开总部，行动开始。终于又可以品尝到血肉的味道。结。随着新任首座东凌云的出现，沉寂已久的杀戮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陈长青，几十年不见，我以为你死了。腿脚确实没有以前利索了，不过收拾你们这些叛徒绰绰有余。叛徒，在那个饥荒年代人人自危，我要是不当叛徒，早就要死了，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列入神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会饿？蓝天白云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满目苍夷的废墟？就是因为那些被你们视若神灵的未知造成的。你拿着入侵者手中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对其感恩戴德，却转过身挥起锋利的匕首对自己的同袍痛下杀手。陈长青怒极反笑，好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很可惜，你们不配为人。别跟他废话了，我们的时间不多，如果等李老子回来，情况不妙。老者听到李洛子3个字，心中骤然一紧，出现了一丝惧意。觉醒者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双属性觉醒者，还是神境巅峰的双属性觉醒者。老东西，原来你是想拖延时间，给我冲！所有杀伐者一律灭杀，至于那些凡人血肉，统统给王座带回去。老者大喝一声，转瞬间已经来到了陈长青的面前。身后的无数杀戮者听到命令后，身形一冲而上，一时间战场混乱。你们别想冲破我们的防线！减24。陈长青抵挡着进攻，一边分出心神注视着战场中发生的变化。杀戮者在未知的培养下虽然实力很强，但我们神境强者要比他们多出一位，战员也比他们多，只要拖住对方的高级战力，杀戮者迟早会全军覆灭。杀伐者的人数太多了，神境强者也比我们多了一位，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全盘牺牲。那鬼家伙怎么还不出现？似乎听到了他的召唤，一道人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了战场上空。随着东凌云出现，战场出现了短暂沉默，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地望向了这个让人看一眼都会感觉到恐惧的存在。特么的，他是人是鬼，好恐怖的样子。不管是人是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我们的敌人，而且他能够横渡虚空，这可是神境巅峰的手段。大杀四方的神境杀伐者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因为他发现对方面已经牢牢地将他锁定，而且他能感受到从对方身上传来的气息前所未有的强大。东凌云，你个畜生！老东西，别急，等我先吞了他们，再来一口把你吃掉。吉我雷霆，击碎黑暗。老东西，别急，等我先吞了他们，再来一口把你吃掉。说完，眼神盯上正在与人交战的神境之一，狂暴的气息喷涌而出。畜生，你休想伤他！陈长青，你救不了他的，除非李老子在，否则没有人能挡得住他的步伐。只不过等李老子归来之时，你们早已经变成了他的腹中之物。正在这时，天空一变，下一刻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轰然落下。该死的，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东凌云气息凌乱，看向不远处的谢青南，语气中带着无尽的愤怒。
李老子明明已经离开了杀伐者总部，怎么会？我一直都在，这一切多亏了老谢。如果不是他将你们引来此处，我怎么可能将你们一网打尽？谢青南，你找死！东凌云身上散发着无尽的戾气，直接将谢青南锁定。这都是李老子的阴谋，我之前做的一切，他早就知道了，一直没有拆穿我，就是为了做成今天的这个局。从今往后，无论是杀伐者还是杀戮者，再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好。姐，一个将死之人，不如把你的力量给我。吸收完谢青南的力量后，东凌云身形闪动，开始在战场上离他流的杀而他的气息也在疯狂的提升。如果让他再吞噬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我都无法将其制服。东凌云眼中惧意浓烈，随后他直接伸出手掌探出，抓向了不远处的老者。手错，你！老者惊惧，一边抵御着强大的吸力，一边疯狂怒吼：“东凌云，你个畜生，你不得好死！嘿嘿嘿，谁死都一样。”东凌云阴笑，直接将老者挡在了自己面前。在双属性觉醒者的霸道一击下，老者只剩下了一口气。浪费了，就太可惜了。姐，我就吸收了。东凌云，我特么的！生机彻底断绝。而此时，东凌云在吞噬了无数血肉以及神境强者力量之后，哈，神境之上，我终于迈入了横境。东凌云眼神缓缓落在了李洛子身上。现在轮到我了。你虽是神灵，但我这一剑可斩神。这一次落上天堂，我为你们白酒设宴接风洗尘；落下地狱，我势力身先士卒，为你们披荆斩棘。李老子拜谢所有人，再见了。哼，死到临头，废话还是这么多。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李老子是如何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到时候这个世界，我会是最终的主宰。姐。正在这时，天空中隐约传来一丝波动，两道人影凭空出现。哈哈，有句话你说对了，你最终会被当主宰。李关奇，哼，这么多年一直压我一头。好，我还没去找你，你竟然自己跑来送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停，我是来杀你，不是来替你诉苦的。就凭你，哈，就连李老子这个双属性觉醒者都不是我的一招之敌，就凭你。不是我，是他。哼，李关奇，原来你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自己躲在身后，却让一个超凡境的人前来送死。你识下便知。哦，你想杀我？当然，我来此的任务就是杀你。这是我听到最大的笑话了，一个超凡境竟想杀我，哈。那你告诉我，你要如何杀我？就凭这把剑，还真是无知蠢货。就算它是一把神兵，但是在你这个超凡境蝼蚁的手上，又能发挥出几成的威力？神境之上，在这个世界就是无敌的存在，而我就是你们的神灵。威力大小我不知道，神境之上是否无敌，我也不清楚。但是老板让你死，你就必须死。赵天武缓缓将手中的悟光剑抬起。你虽是神灵，但我这一剑可斩神。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跟了老板。赵天武目光充满着震撼与激动，可能他以后的成就会比现在高很多，但绝对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激动人心。这一切来自于洛宗的馈赠，激动中一声震彻天际的怒吼：杀你之人，老板坐下。赵天武，老板说过，打完就跑，不要招。悟光剑剑气只有一道，我的命也只有一条，闪！我不打了，我要投降，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李洛子看着溃败求饶的杀戮者，这些人曾是自己的同胞，也是华夏中的一员，只是一念之差，走下了帮助入侵者覆灭人类的道路，也是一群可怜之人啊！李洛子悲痛的喊道：他们的，给我杀，一个都不要落下，没死的再不进刀。李洛子明白，背叛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作为首领，不能有一颗圣母心，以免日后埋下祸端。是你让老板出手的，是吧？你觉得我敢吗？你也太看得起我了，花了我身上全部家当的。那你加入小老板坐下，后悔吗？那个牛逼哄哄的超凡境是老板收的第一个员工，你觉得他后悔吗？李洛子目光望去，一道身影正抱着手中的长剑闪笑着。我想他应该会觉得很幸运。就在众人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怒吼。末世之战，人类最高战力李洛子被击伤，虾法者节节败退。就在李洛子即将身死时，李关奇花了36亿请来了小卖部的一名清洁工。你虽是神灵，但我这一剑可斩神。首领，陈长青的目光充满了惊骇，双属性神境巅峰，竟然连对方一招都挡不下。你依靠生灵的血肉之力强行突破至神境之上，就算现在不死，恐怕也活不了多长时间。哈，我可以以血肉之力突破到神境之上，就可以用相同的办法再进一步。只要这片宇宙中还有生灵存在，我就不会死。
倒是你会使我成为神境之上第一个被吞噬的人类。说完，缓步向着李洛子走来。陈长青直接将李洛子挡在了身后，其余神境强者纷纷向着李洛子保护而去。哼，就凭你们这些蝼蚁，不自量力！这个世界除了王座以外，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的步伐，人类文明也必将成为历史，而我就是新文明的缔造者。告诉我，你弟弟李观其在哪？我可以给你个全尸。呵呵，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一个就算是甚至是你背后的王座都不敢轻易踏足的地方。哼，堂堂杀伐者首领竟然也会逞口舌之利，既然不说，那你就去死吧。小卖部内，洛东等人望着头顶的屏幕，上面正是战场发生的所有一切。哥，我回来了。小小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老板，出手吧，再晚一步，我哥就要死了，求你了！查询击杀东凌云的办法。击杀东凌云的办法共有15842种，9级文明兵器洛神炮、4万兆翼或者小型宇宙 X1。停，咱能不能从低往上说？击杀横进东凌云，1级文明兵器目光剑一次性消耗品20亿，就他了。洛东随即看了看李观其身上的钱，无奈道：36亿，我可以帮你解决。李观其没有犹豫，直接将全身仅剩的钱给了洛东。老板，东凌云现在是神境之上，你有把握吗？你说什么？你在质疑我的实力吗？特么的，老子要是不给你露一手，你以后没办法好好工作了。立威，必须立威！赵天武，赵天武闪身来到洛东面前，洛东直接将目光剑给赵天武。赵天武，我现在给你一个人类最高时刻，由你去解决那群小喽啰。老板，你不出手吗？切，一只小蚂蚁而已。李洛子生机渐渐流逝，看向远处的同胞手。我这一生100余灾，碰到你们何其有幸，但是我身为首领，却没能为你们迎来一片蓝天，何其惭愧！我对不起你们。首座，这一次落上天堂，我为你们白酒誓愿接风洗尘；落下地狱，我势必身先士卒，为你们披荆斩棘。李老子拜谢所有人，再见了。为之王座现身，李观其完成使命后身死道消。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靠你们了，再见了。李观其轻笑一声，身体化作点点光芒，消散在了天地之中。畜生，你给我死！这还怎么打？特么的，完吧！李观其眉头紧锁，就算他再强，也得面对。这100年来，但凡走错一步，人类就会万劫不复。既然已经走到了今天，就没有再后退的道理，而且我们也没有了退路。说完，拿出10几颗神力胶囊，一口吞下。龙震，李观其嘴角升起一丝弧度，身形闪烁之下，已经站在了李洛子身旁。风头可不能让你一个人都抢啊！东凌云这个废物，就算是他入行境也是个蠢货。我培养了杀戮者100多年，就是为了在最后一刻能给杀伐者致命一击。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安稳地踏入元境层次，然后带领族人前往别的星域。但是现在功亏一篑。无数杀伐者被这杀意震伤，纷纷倒在了地上。李观其，我一直都知道你别有用心，但因为文明母种选择了你，才勉强让你活到今天。但如果知道是今天这种结果，从一开始我就会拼着重伤将你们全人类铲除。大战之前最忌讳的就是废话太多，东凌云就是最好的例子，你就不怕步了他的后尘？后尘，哈，一个借助我族吞噬之力堪堪迈入行境的蠢货而已。渺小的人类，你们这些低等生命体，永远都不会明白什么叫做文明等级压制。有时候神的力量并没有金钱的力量强大。随后，在众人的目视当中，李观其缓步向着王座走去。你之所以留着我，不就是为了我体内的文明母种吗？你还在等什么？你不怕我？怕？我从来都没有怕过你，我怕的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被你们这些畜生弄脏而已。话音刚落，李观其身上的气息暴涨，准备自爆。你想死？完了！见到李观其如此动作，王座一掌掐住了他。原来如此，你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抱了必死的信念，想以自杀的方式来摧毁文明母种，对吗？但是很可惜，在我面前，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既然你如此害怕文明母种爆发，那我就助他一臂之力。话落，霸道的力量直接涌进了李观其的体内，而后者体内的文明母种，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之下，飞快的蜕变。刚才那一道攻击已经是全力而为，但却连对方100丈之内都进不去，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吗？这就是文明等级的压制吗？此时，王座的力量不断涌入李观其的身体，以自身的力量催发文明母种。本来不想在你们这些低等文明身上浪费力量，但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就先碎了你愿，前足天令，清剿所有人类。随着一声令下，未知大军瞬间将杀伐者淹没，杀伐者成员已然死伤无数。面对强悍无匹的未知大军，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李洛子则被3名神境未知缠住，脱不了身。怎么会需要这么多能量？感受到体内不断流失的力量，心中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文明母种早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为何吸收了如此庞大的力量之后，还没有丝毫的动静？不过吸收的力量越多，到时候文明硕果蕴含的能量就会越强大，说不定真的可以直接踏入元境。不一会，李观其突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直接将王座震退。
该死的，该死的，怎么会变成了人类的文明母种？李冠奇双眼紧闭，如同无根浮萍一般漂浮在空中，在他的心脏处，蓝色的石头出现，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化作无芒，奔向杀伐者。我突破了，我也突破了。突破横境，难道关起？李若子猛然抬头，目光直视着远处的李冠奇。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靠你们了，再见了。李冠奇轻笑一声，身体化作点点光芒，消散在了天地之中。畜生，你给我死！李若子心中悲痛，强横无匹的攻击向着未知王座轰杀而去。明明关奇告诉我，从老板身上已经得到了不死之法，可为什么？难道他只是让我宽心而已？啊，到底是谁？是谁偷换了文明母种？哼，要不是被文明母种吸收了一半的力量，你们都得死。那你试试这吧，以我生命燃烧。死了，未知王座死了。哈哈哈，我们赢了，人类赢了。教官，我们赢了。黄忠实凝视着天空中依旧没有消散的雾气。我们真的赢了吗？我说过，你们杀不死我，结。冰冷之声响起，未知王座再一次出现在了众人眼中。李老子，你一个刚刚踏入横境的生命体，竟然就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是很可惜，只要我的本体没有被瞬间摧毁，我就是不死的存在。你们打乱了我的计划，杀了我的族人，我要让这颗星球彻底化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王座原本300丈的身躯竟开始了疯狂的暴涨。渺小的人类，灭亡吧！李洛子抬头望天，眼中的失落远远大于体内的伤痛，这种层次的力量根本不可匹敌。百年战争，百年棋局，就算是从小老板那里得知了最终的结果，我依然全力以赴，希望能胜天半子。但是现在，呵呵，在绝对实力下，一切计谋与策略都是一场。此时，无数人闭上了双眼，他们心中没有了恐惧，只是微笑着迎接即将发生的一切。呵呵，棋局之上最快的获胜方法就是拿起棋盘把对手砸死。所有人的目光几乎同时望向了战场之外，两道身影正在缓缓向他们走来，一人一狗人，帅的掉渣，狗傻的冒泡。我就说吧，在家看电视哪里有现场热闹？你看这地上全是钱。狗子目光不断的在战场扫视，狗脸上全是兴奋之色。你见过哪个高手像那愣头青一样冲在最前面？不都是压轴出场的吗？怎么样，钱够了吗？刚才差点，但是现在死了这么多未知，绰绰有余。世界即将毁灭了，人类马上灭绝了，真的有必要表现得这么轻松吗？散死了。哎呀，你到底是谁？一颗颗散发着细微光芒的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片刻后，在洛东面前渐渐凝成一道人形。我不是死了吗？欠他钱的人，就算是死了，也得从坟里给你刨出来。你就这点出息，以后还怎么带你摆平宇宙，闯荡世界？洛东缓步走向前，手掌轻抬，死去的杀伐者身上的钱卡密密麻麻的全部飘在了空中。我这人一向很讲信用，也很守规矩，招牌在我眼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既然收了你们的钱，自然要给你们做点事情。看着缓缓晋升的洛东，未知王座庞大的身躯不受控制的开始缓缓后退。不可能，你到底是谁？宇宙规则之下，一个1级文明行星绝对不可能诞生如此强大的存在。呵呵，我是谁不重要，不过我所在之地，神明进行。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这至少是3级文明的强者存在。他只要我有一粒本源存活，就能在无尽的岁月当中慢慢恢复。未知死了，真的死了。此时，所有人望着那一道带给他们希望的身影，这一刻，洛东在他们眼中宛若神灵。他妈的，都让他装完了，我上我也行啊！李冠奇凝视着洛东宛若神灵的背影。他是什么？你这么侮辱他，不怕他扣你绩效？击杀王座后，洛东看着脚下的一片狼藉，叹息一声，一丝丝规则之力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生之力启动，玄妙的力量之下，全球各地枯败的树木、龟裂的大地，奇迹般的开始复苏。100年末世结束，地球终于迎来了一次新的重生了。